你个贱人，在这里装神弄鬼！钟宁一挥手，一把从地上抓起的泥土撒他脸上，随即一脚把人踹开，不顾一切地往更深更黑的地方跑去。放松警惕了，忘记带袖剑了，谁知道烧过香还能遇到这种事啊！钟宁跑得飞快，整个人呼吸急促，沉重的不像话。右边的床铺，那不是我后面才睡上的那张床吗？当时程玉书说我睡错地方了，可一开始那个和尚指给我的是左边床啊，所以说程玉书。你别跑！你他妈等着，等我追上你，看我不弄你！两个男人在后面紧追不舍，钟宁只能钻进旁边的树林子里，脚下被什么东西绊倒，钟宁直接摔地上，身上疼得不得了，他却连一声都不敢出，只能摸索着躲到一个大树后面，摸到2个干了的松果，这种东西砸不死人吧？人呐，刚才不是往这边跑的？应该是没力气，找地方躲起来了吧？那就好办了，就在这附近，咱俩分开走。听着脚步声离自己越来越近，钟宁抓紧了手里的松果，心里面难受的要死。就在那人往树后面探头的那一刻，钟宁丢出松果。你们把我的夫人交出来！季晨，找到你个伸出手就要抓钟宁，下一刻一抹寒光落下。我的胳膊，我的胳膊啊！季晨手握长剑，他的眼神在黑暗里看不清楚，但那种森冷阴鸷却有如实质一般。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不是故意的，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还没做呢！求你饶了我吧！季晨提着带血的剑走到那人面前，高高举起剑就要落下。等一下，你后面！他赶紧把另一个松果扔出去，那人直接被松果砸中面门，疼得一下伸出手去捂。等他回过神时，那个跟恶鬼一般的男人已经掉头看向他这边。钟宁赶紧从后面抱住季晨。冷静一点，季晨，你冷静一点，你要是杀了他们，就是你有罪了，我还要找指使他们做这事的犯人呢。季晨身体不住地轻颤着，呼吸急促而困难。钟宁听着心惊胆战，就怕他一口气顺不上来。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年长些的男人还想跑，钟宁怒喝一声，敢跑就把剑丢出去，看看能不能把你4个对穿。那人又立马停下了脚步。季晨，你放轻松一点，冷静一点，我不是好好的吗？我没事的，我不会有事的，不会丢下你的。宁儿，你不要再消失不见了，知道吗？你不能再这样了。我知道，我不会了，以后我走哪儿都把你带着，把你挂我腰带上，行吗？啊，这也不是我想的呀，谁知道程玉书那居然暗算我，摆我一道，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等季晨情绪缓和下来，钟宁立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他肯定会抵赖，说不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什么的。季晨眸子暗沉，内里有狂风骤雨。没事，我来想办法，咱们先回去吧。先把这2个人绑起来。哎呀，哄人可真不容易。对了，你怎么找到我的？季晨一直看着他，能看到他眼中闪闪发光的细碎星辰。他要怎么说呢？因为骑着马一直在四处寻找，突然就听见了他的声音，不，准确来说是他的心声。那种声音即便在马蹄奔腾的情况下也依旧清晰。他循着声音寻去，声音越来越近，他的心跳声也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强烈，直到他看到命悬一线的他。因为我们之间有心灵感应。他还是没法说出真相，他怕他知道以后会生气，会就此不愿再对他表露心迹。他害怕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不想斩断2个人之间无声的默契。真的假的呀？哦，让我感觉感觉啊。嘿，我感觉到了，你现在肯定超级开心，珍贵的宝贝失而复得的那种开心，对不对？对。钟宁！周文完一路跑到钟宁面前，在他后面还跟了几10个士兵，每个人手上都举着火把，把这一片映得几乎是亮如白昼。哇，这么大阵仗，在干嘛呢？你说呢？你知不知道你突然消失有多吓人？我带了这么多人出来找你，你却又安然无恙的出。
周文婉想说钟宁一点问题没有，还害他吓得不轻，可看到他那蓬头垢面的造型，再细看他脸上一条条的血痕，还有衣服被刮得哪哪都是破洞，他的脸色又立马沉了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你可真是把我这个素来波澜不惊的武帝吓了一大跳。你看看他为了你出动了多大阵仗，这看明啊，指不定还要因为你受罚。真的吗？怎么会这样？你怎么知道我？是我说的，若上面怪罪，还请五皇子如实说明，有罪责，继承员一律承担。救人为什么要担责呀？这不是好事吗？而且我们和五皇子认识啊，像朋友一样，朋友出事帮忙不是应该的。3个字钟宁说不出口，连朋友2个字都是顶着臊意说出来的。钟宁偷偷瞅了周文婉一眼，脸憋得通红。人家是皇子，之前我和继承虽然帮过他一次，但他也还回来了，2清。在他眼里，我们就是平头百姓，哪能算得上朋友啊？要是皇上真的怪罪，那也应该怪罪幕后黑手啊！不是他，我就不会被人抓住，也就不会出了今晚的事。这怎么能怪五皇子和我相公呢？周文昌算是看出来了，这2个人，尤其是其中的女子，和他武帝关系非同寻常。不过这可是个人妻呀。你可知道害你的人是谁？就是他们帮了你吗？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我们2个也是被人花钱雇来的。要是知道这姑娘这么大来头，我们说什么也不敢绑架她呀。来头不大就能绑了是吧？钟宁一人给了一脚。那是谁指使的你们？周文婉冷冷逼问。那2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一个男的，他突然找上我说，只要我绑一个女子，把她带到寺庙外面，剥去外衣，让她没了清白，就给我们100两银子。怎么会？钟宁一下转过头，3步并作2步走到突然出现的程玉书面前，抬手就是重重的一耳光，左右开弓，给了他好几个大嘴巴子。你干什么？周文昌先反应过来，要去抓钟宁的手，继承挡在前面按住周文昌的手腕。殿下，我夫人既然这么做了，就是有原因的，你还是先别阻拦为好。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阻拦本王？让开！周文昌用力甩手，让他没想到的是，看起来清瘦的继承居然没有被他甩开。程玉书也回过神，和钟宁掐了起来。你干什么？你疯了？你为什么要打我？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不是你害的我，我会变成这样吗？你还好意思抓无辜？程玉书到底是个大家闺秀，哪里是钟宁的对手？被他又挠又掐，头发都揪掉了一大把。文昌，救我！我看你俩在找死！周文昌抬腿就要给继承一下，继承堪堪躲过，周文婉也过来阻拦。别打了，你冷静一下。要是普通人他打也就打了，可这是宰相府的千金小姐，不管真的假的，起码宰相府里的人都认。事情闹大了，对他们夫妻俩不好。脸比城墙都厚，给我手都打疼了。皇兄你也冷静一下，不妨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本王不想听，你们2个等着，本王不会放过你们。皇子要包庇罪犯是吧？行啊，那咱们把事闹大了，我看看到底是谁下不来这个破台。钟宁有点慌，但是不多，他既然打了就敢承担后果。钟宁，你为什么要说程姑娘是罪犯？周文婉问了关键问题，钟宁立马大声说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下周文昌都没声了，将目光转向程玉书。我才刚到京城，谁会花钱雇人来暗算我？而且我今天不是昨天，是临时起意来的寺庙，是我相公同窗的夫人约我才出门的。这2个匪徒怎么就能知道我今天要进庙里烧香拜佛呢？你们2个说是提前就知道对方今天要去寺庙里，还是一直盯着我跟着我去的？是那个男的透露给我们说，那个女的昨天要去烧香，还说他已经安排好让那个女的住哪个房间，因为我们2个人就住在离寺庙不远的地方，也熟悉庙里的情况，他才找上我们的。听到了吧？我是不是空口白牙诬陷人？这是怎么回事？玉书。程玉书垂眸，淡然地擦了下嘴角，抬起头时，他的眸子里有泪光连连。我说了不知道便是不知道，
我就是睡在靠左边那张床榻的，那张床上还有我的珠钗。我不知道什么暗色，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要是知道，我宁愿替钟夫人受这个锅。殿下你要怀疑我，我也无话可说。只是我也是女子，我比谁都清楚女子贞洁大过天。我便是与钟夫人有再大的过节，也不可能对她使出如此手段。更何况，我与她也没有什么过节。程玉书笃定钟宁不会说他和季晨的事情。果然，钟宁脸涨得通红，嘴巴张了又闭，只是一直恶狠狠盯着他。可能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原本要住进那间房子的女子没有来，你应该是受了无妄之灾。本王可怜你有此遭遇，但你不应该牵连到无辜之人身上。你现在就跟玉书道歉，求得他的原谅，否则本王是不会放过你的。等一下，事情尚未盖棺定论，小明也不觉得我夫人需要道这个歉。你什么意思？小明记得没错的话，寺庙里的住宿是有登记的，包括睡哪张床亦有记录。小明和殿下住一间房的时候就有做登记。既如此，不妨让人把登记的册子拿出来，看看这位程姑娘到底是不是应该睡左边那张床。而且殿下是陪着程姑娘一起进庙里烧香的，应该很清楚她中午到底有没有去客房休息。如果没有，她何时留下的珠钗？我想应该是在我夫人合谋假寐时偷偷丢下的。程姑娘，你说是吗？程玉书一张脸煞白，手心止不住地渗出冷汗，他甚至想破罐破摔地说：对，就是我干的，那又怎么样？可他不能这么说，因为在场的人有他无论如何都不想毁掉自己在他心里形象的人，哪怕自己告诉自己这辈子就放弃这个人吧，可真见到的时候还是会舍不得，还是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他。他也想说，我这不过是将计就计，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其实是程宝珠。可事情发展到这份上，若是把程宝珠也抖露出来，反而更坐实了自己什么都知道，就是故意想陷害钟宁。所有人都在等他一个回答。玉书中午确实是宿在客房中，但他可能是睡错了地方，我可以给玉书作证。程玉书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向周文昌。他知道他这人最是耿直，因此在后面夺嫡的明争暗斗里吃了不少亏，可他却愿意为了自己说谎。殿下回答的真及时啊！殿下作证无用，程姑娘到底有没有住那房间，自有寺庙里的人见证。刚好他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若是问询查证，也没有作假的道理。周文婉也很不满意，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明眼人都看得出和程玉书脱不了干系。自己今晚带这么多私兵出行，明日少不了被弹劾，被父皇问罪，而导致这一切的人又怎么能全身而退？是，我承认，我是故意的，我是故意换的床铺，可我不知道会发生后面这一系列的事情。说实话，我只对钟夫人先有不满，因为她总是对我表现出一副不屑的样子，我受不了她那种态度，才故意找的茬，让她和我换床睡。我要是知道会有匪贼，绝不会让她暴露在那种危险里。我认错，但我只认是故意换床的错，其他的你们大概去审问这两个人，顺藤摸瓜找到他们到底是谁雇的他们。总之绝对与我无关，我行得端，坐得正。哇，说的真那么好听啊，行得端坐得正都能说出口。别的不说，就说我对你的态度，我为什么要对你那样？你心里没点逼数吗？你觊觎我相公，想拿钱让我离开他的时候，可不是这么一副委屈巴巴的嘴脸。我没有。有没有你心里清楚。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丰长那么偏远的地方，又为什么参加我相公的寿宴？别说因为我相公是皇城的同窗，那皇城另外两个考上举人的同窗举办宴席时，你怎么没去啊？昨天还要送我相公开运符，我昨天给你面子，说是你想给这位殿下口是心非转送给我相公的，结果你居然这样对我。程大小姐，我想问你，对每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还是男人，都这么好吗？行，你男主不是喜欢做舔狗做假证吗？我就让你知道你舔的人有多专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真的对这个男人有想法？他是个皇子没错，
可他也是个在感情里十分盲目、耿直到像个傻子的男人。正因如此，他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喜欢的人的欺骗和利用。程玉书咬紧牙关，不是那样的，我对这个男人没有一点想法，我和他都不熟悉，这一切都是误会。季晨看着程玉书，神情忽然变得有几分幽怨哀伤。这就是你的回答吗？对，我和陈姑娘是不熟悉，殿下你就别再追问她了，你这样既是在伤害她，也是在伤害你们之间的感情，对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好处。程玉书看着眼前的男人，一瞬间有些恍惚，下意识伸出手。季晨，你回来了吗？什么情况？我男人在勾引别的女人？就在程玉书即将碰到他的时候，季晨后退一步，脸上恢复漠然的表情。程姑娘，请自重。程玉书瞬间僵直了身子，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你……周文昌看着二人之间的互动，再看程玉书，眼中只有怀疑、失望和愤怒。你还跟我说你对他没什么？这怎么可能是没事人的表情？这会儿轮到周文纨看好戏了。皇兄，你冷静一点，你和程姑娘也没什么关系可言呐。真是可惜，他刚才还以为季晨真和那女人搞一起了呢，看来只是施了一下美男计，让程玉书上钩罢了。程玉书手指间发麻，他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季晨。这就是你对我的回答吗？为了他这样伤害我吗？不惜把我踩进泥里，让所有人看我的笑话。这就是你的做法吗？满口谎言，伤害了别人，还可以装作无事发生过一样。周文昌拳头捏得咔咔作响。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临走前，他又看了眼周文纨带着的那些私兵。今晚的事，你们都给本王把嘴巴闭紧了。即便是到了这份上，他也不想那些不利于程玉书的事情传出去。文昌！程玉书立刻追了上去，看着二人纠缠不休的身影，钟宁无语。早干嘛去了？现在发现人家的好了？没事了，那本王也走了。来人，把这2个犯人也押走，还有这寺院里记录住客的脖子什么的也带走。殿下，今天真是多谢您了，也麻烦您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您尽管把问题推我和季晨头上，我们都认。能有什么问题？你不是说了吗？这事儿不是你的错，放心吧，我会解决的。看着周文纨走远，钟宁叹了口气。不要再看了。不准牵我！你刚才不是对程玉书挺含情脉脉的吗？怎么现在又吃进我这的醋来了？对不起夫人，我知道错了。错哪儿了？我不应该用那种方法来诱程玉书表露心迹，我全部的温柔与情深都应该只与夫人一人。哼，谁稀罕？我希望夫人稀罕，不稀罕也没关系，因为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程宝珠在家里兴奋的一夜没睡，他只要想到那个假千金今天就要身败名裂，他就忍不住兴奋的在床上打滚。说到底，他还是很仁慈的，只是花钱让人把他外衣剥了，还没有让人做更过分的事。程玉书啊，程玉书，我对你可是不薄的吧？他正想着，门突然被踹开。大小姐，你这是做什么呀？小姐她还在睡觉呢。程宝珠看着突然出现在门口的程玉书，又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你不用看了，我什么事都没有。有个倒霉的女人替我受了罪，她的名字叫钟宁。我现在好得很，你应该很失望吧？钟宁是自己知道的那个钟宁吗？还是同名同姓的人？钟宁替他被人带走了，怎么会有这种事？自己明明都计划好了，那个钟宁后来怎么样了？这些程宝珠自然不能认，他尾巴扫得很干净，不会有人能查到他头上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程玉书，你有病别在我这儿发，谁允许你擅闯我的房间的？你有进来的资格吗？滚出去！程玉书动都没有动，他的那副身影黑漆漆的，在程宝珠看来就跟个女鬼一样吓人。你干什么？听不懂人话吗？信不信我去和爹娘哥哥他们告状？你个假货，我能容忍你留下已经很好了，你还想欺负我？陈宝珠，你很喜欢玩吗？那我陪你玩到底。次日朝堂上，周文纨自然免不了被御史好一阵弹劾。周文纨直接表明在同州府实承了继承钟宁的恩情，昨夜不过是报恩，
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看了眼静静站在前面的皇兄，嘴角一勾便把实情吐露。一时间，所有人都将目光转向了宰相身上。微臣教女无妨，还请陛下责罚。既无事，爱卿自行回去管教家中女眷便是，记得给人家被牵连的女子赔礼道歉。至于文员，回去自行检讨，禁足半月吧。是，父皇。下了朝，我不是跟您说了，别把玉书带上吗？你这样其他人怎么看他？皇兄说的简单，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交代程玉书，那整件事情就会变成钟宁一个人受到无妄之灾，所有人只会以为他自己倒霉，对他只有嘲弄嫌弃，没有同情。你不觉得你对那个人妇太好了一点吗？还好吧，毕竟人家是真的救过我的命。倒是皇兄你对那个表里不一的女人太在意了吧？怎么看上她了就去求娶啊？不要等到错过了才觉得可惜。周文昌浑身煞气汹涌，周文婉恍若未觉，小时候自己是打不过这个比同龄人都要高大健硕的皇兄，现在可说不准。会试很快到来，钟宁和林如、安雅二人目送着三人进了贡院。也不是我考试啊，但我昨晚还是睡不着，又怕打扰他，我还跑隔壁房间待了一晚呢。安雅也认同地点了点头，二人将目光看向钟宁。我昨晚很早就睡着了，考试嘛，都考过那么多回了，没必要那么紧张。就怪了，容我装个没用的逼。小宁，你不紧张很正常，你家继承那是10拿9稳能取中的，我们家那口子就不一样了，上次是垫底，这次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希望老天保佑吧。贡士取300人，人数还是挺多的，希望不小，而且只要取中了，就一定能升进士，放宽心一点。是这么个理儿。不过这进考场的，我听我家那口子说了，也有很多往届没取中贡士的举人，搁一块儿也有大几千人呢。总之都到了进士这一步了，每个人都挺厉害的。我家那个啊，真不好说。林如越想越觉得希望渺茫，不过他也看得开。说真的，我也没想到他能考中举人，这次就是考不中贡士，我也知足了。而且他说了，就算没考上，也要留在京城等下次再战。他说舍不得离开他的好兄弟们。走吧走吧，我请他好兄弟们的夫人们吃好喝好去。微微啊，你担心不？你兄长考试。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兄长那个人虽然平时有些不太靠谱的样子，但每次考试考得还是不错的，就是可惜乡试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发挥一般，但也是考上了。啊，不会吧？你兄长看见很沉稳啊，哪里不靠谱了？你不懂，他就是在外人面前装得好罢了，私下里老是捉弄我呢。你们说今年谁能取上会员啊？我觉得归微的兄长肯定算一个，宰相府的小公子程世章也算一个，苏州府的陆遥也是远近闻名的才子，然后还有咱们同州府的继承呢。我们那到底只是个小地方，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觉得会员会出自咱们那儿了。这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没什么是一定的。就怪了，我相公肯定是第一，原谅我又要装个没用的逼。很快菜肴就上了，3个人点了火腿猪蹄汤、鸡髓笋、鸭条溜海参、烩金银丝、油盐炒枸杞芽，配上一壶清香的庐山云雾，菜品都很精致，吃起来味道也好，当然价格也很美丽。这样一桌菜花去林如小50两，这京城的消费也可见一斑。殿下今天怎么有空请我吃饭啊？钟宁看着正在对男人巧笑倩兮的程宝珠，有些瞠目结舌。殿下又是个不认识的皇子，这程宝珠也太牛了吧，人家是皇子选妃，他是多线发展，反客为主。服。冤家路窄，趁着程宝珠还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时候，钟宁半躲在林如、安雅的身后，和对面人擦身而过。周文清瞥了眼钟宁纤细窈窕的背影，他身边跟随的侍从立马点了点头。钟宁回去的路上就感觉有人跟着自己，他加快了脚步，一个闪身躲进巷子里，从地上捡起2个石头朝对方膝盖后头砸去。
那人立马跪倒在地，疼得捂着腿嚎个不停。你是谁？为什么跟着我？哎呦，疼死咱！这位姑娘，我家主子看上你了，想请你过去喝杯茶。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滚蛋！哎呀，姑娘，你知道我家主子是谁吗？能给他看上是你的福气，我保证你也只要去见了，你就会感谢我过来找你啊！感谢个鸡毛啊！你可这拉皮条呢？你是老鸨子，我可是清纯美少女。钟宁又要踹人，那男的赶紧在地上滚了圈躲开。别这么大火气啊！这个东西给您，您要是愿意，今晚亥时3刻还是在这里，有人来接您。帕子一脚绣了金灿灿的龙纹，还有个青字。青？周文清吗？那不是书里的大皇子？真是那样就对上了。书里面所谓万花丛中过，夜夜都沾身的玩意儿，喜好美色，但是藏得很深，加上文采过人，深受京城女子追捧。在书里他就靠着这套骗了不少良家女子，最后还不负责。当然他手段高，连哄带骗的，让那些女子心甘情愿献身，还不用给他们任何身份。钟宁嫌恶的不得了。谢你大爷啊！老娘已经嫁人了，滚犊子！反正色胚本人也不在，钟宁直接又踹了这老鸨子2脚，害人不浅的玩意儿。9天时间过得既慢又快。我没事的啊。还说没事儿？你这次脸色看着比之前差多了，怎么了？是水土不服吗？还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在公园里看到了田建川，他和他认识的那些人，每科考完都来找我的茬儿，对我冷嘲热讽，说我上次娶到暗手是走了狗屎运，胜之不武。那个丑逼真是丑人多作怪，居然敢这么说你！他给我等着，等回头接榜的时候我看着他，一定给他点教训。这时候钟宁就十分想念村里的茅房了，不能把他丢进去跟蛆抢萤石，真是太可惜了。你别听他放屁，你上次能考过他，这次一样能考过，到时候直接拿名次啪啪打他那张猪脸。你要相信自己，你就是最棒的。我还看到程玉书的哥哥了，他私下里跟我道歉，不过我觉得他不是出自真心，他的态度和眼神都不是很友好。我跟他说了，要道歉应该和你道歉。哼，他们就是上门来道歉，我也不会原谅他们的。这都过去多久了，也没见宰相府派人来过，可见都是群道貌岸然的家伙，和程玉书绝配。夫人这么想就对了。你不劝我大度一点？我自己都不想大度，又怎么会劝夫人？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一大早钟宁就拉着季晨的手去张榜的地方。今天我们来的这么早，应该能占个前面点的位置了吧？事实证明钟宁还是想多了，张榜的地儿早就人满为患，他就是想挤都挤不进去。钟宁拍了一下脑门，算了，咱们还是找个酒楼包厢坐着等吧。季晨颔首，2人转身时恰好遇到田建川和云文广。云文广还是那样好脾性，跟季晨拱手作礼，季晨也回了回去。看来季兄对自己很有信心啊，这么一大早就过来看放榜。季晨回视了他一眼，却是没有开口，把田建川气得不轻。我以为我们之间应该没有那样好的关系，自然不必维持道貌岸然的交集。季晨低牵着钟宁的手离开。文广，你看见了吧？他这是什么态度？你又何必总是找他的茬？他也没惹你。你这么说，还是我在无理取闹喽？我不过说他那次乡试走运，胜之不武，我说的有错吗？他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家里还是种地的，怎么可能有那种天资？我说的对吧？那位公子叫什么？他长得还挺英俊的，声音也好。哼，得了吧，你就只看人脸，你看上也没用，人家已经有妻子了，还是个穷鬼，你别想了。没想到武帝居然也对这会试有兴趣，是有欣赏的青年才俊吗？父皇叫你去户部做事，如今可还顺利呀？只是来凑个热闹罢了。至于这户部，一早上事情都叫各位大臣理清完了，我过去不过是学习罢了。武帝，你这就有些太低调了啊！我都听人说了，你去那办事以后，
把很多陈年旧账都理清了，还问责了江南的几个大臣。也是这盐铁重税，如何能一年有500万，一年480万，一年又只有300多万？把人当傻子耍，也要有个限度啊！皇兄说的是，这太平盛世，便是铁用的少了，铁税少了，这人口总是在涨的，这盐税怎么还能少呢？把人当傻子的前提是自己也是傻子吗？连这点常识都想不到。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默契的没有再开口。张榜了，外头张榜了，街上也瞬间沸腾起来。季晨是谁啊？同州府来的。同州府在哪儿啊？季晨人在吗？可惜无人回应。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你是会员呀，会员。听到了，我都听到了。走，我们去看榜去。要是有相机多好啊！我一定要每次都给季晨和黄榜一起拍个照，再在家里面搞那荣誉墙。先不急。第2名的路遥在这里，快来人呐！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来人呐！快来人救救我！好在那路遥家也不是没人的，很快另一群人冲上来，把差点被劫走的他救了下来。还有那些家境普通但在榜上的，名次稍微靠前的，就被当场劫走了。不是，这至于吗？只是考了个贡士，就算做了进士，以后也不见得就能当大官啊！这会不会太夸张了？劫走他们的人主要应该是富商，这样无论对方以后走到哪一步，只要是在官场上，于他们而言都不算亏。好吧，那些官兵也不管啊？可能是提前塞了银子。咱们回去吧。回去，现在马上就回去。他虽然想亲眼看看那皇榜，也想知道徐不言和林胜有没有考取，但他更怕自己男人不明不白的就被人抢回去做上门女婿。要是咱家一穷二白的，你被有钱人家抢走也就抢走了，我还能跟着沾光。但是现在富婆就是我自己，你还是好好伺候我一个人就够了。季晨在这里，穿青色绣竹纹衣服，身边还有个粉衣女子的那个就是。操你大爷的，哪个王八干的好事儿？田王八见川悄无声息地隐没在人群里，他不能接受这个穷酸可恨的家伙又一次高自己一头，不是好几头。主考官和同考官们眼睛是不是瞎了？自己答得那么好，居然才30名，这不公平。别追了，这个是我男人，他家徒四壁，上有2个孩子，下有一6岁老母，追他没用啊，过不上好日子的。我们苏家有的是钱，季公子娶了我们家小姐，保管以后衣食无忧，前程似锦。你们苏家算个屁，我们张家更有钱。我们小姐想要一个长得好看的姑爷，季公子，我看你就不错。你还挺受欢迎。眼看围追堵截的人越来越多，钟宁也管不了那些了，从钱袋子里拿出一把碎银子，往周围一撒。今日我相公中会员，与大家一起分享喜悦。有钱，快去抢啊！还都是碎银子，快抢！捉婿的人多，抢钱的更多，抢钱的人冲散了捉婿的人。钟宁趁机拽着季晨左躲右躲，最后跑到一个巷道里。就差一点，我就要有几个好姐姐好妹妹了，怎么样？是不是有些可惜？有你一个已经够了，再胡说，晚上就3个场。钟宁赶紧捂住他的嘴。要是让那些想捉你的人听到你这些狼虎之词，估计跑得比兔子都快。咱们回去吧，估计一会儿有人上门报喜了，也不知道徐不言他们怎么样了。等一会儿他们应该会回来。果不其然，送走报喜官没多久，徐不言他们就过来了。2人脸上皆是红光满面，只不过林城脸上多了几道划痕。这是怎么了？混乱中被人捉走了，不过人家贞洁烈夫，这拿着抵着脖子，说谁要敢动他，他就自尽。想笑，但我憋住了。考得如何？跟季兄猜的一样，我这次走了运，应该是被考官捞起来了。这第88名，多好听的名字呀！我比徐兄差一些，105名，和季兄估计的名次差不多。挺好啊，这不都考上了吗？考这么好，晚上可得好好庆祝一下。咱们就找个酒楼包间吃一顿吧。好。
哼，只是个会员而已，何必这样大张旗鼓？会员而已？那你呢？你考了几名？我第6名还不行吗？前几名能有多大差别？等到了殿试，他拿了状元再说。就怕他到时候真拿了状元，他要是在圣上面前说些不好的话，咱们还无法反驳。不如我陪玉叔去走一趟道个歉吧，毕竟差点害了人家夫人，这如今多少也叫别人名声受损，咱们不应当当作没有这回事的。这不是没造成什么后果吗？大哥二哥，你们太较真了。玉叔去道歉，那以后他在京城还怎么立足啊？还有什么脸面可言？要我说，让人去多送些厚礼。我今天还听到那个继承的夫人喊他家里贫穷，那就多给点银钱不就好了？要是你会收这些钱吗？这读书人最重脸面，你这样子只会让人家更反感。程时章不吭声了。要是他确实不会收钱，可自己是宰相府的公子，那怎么能一样呢？不如我陪姐姐去道歉吧，我和她乔装打扮一番，不叫旁人注意。而且我和姐姐都是女子，相信那个季会员再冷漠，也不会不给我和姐姐面子的。怜香惜玉的道理，她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不会不懂的。姐姐，你觉得呢？程玉书眉心微锁。他比谁都清楚，若是让程宝珠跟着去了，只怕原本可以低调解决的事也会闹得满城风雨。更何况他不觉得季晨和钟宁会愿意原谅他，甚至他也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果断去做，这有错吗？反过来，如果钟宁暗算他，成也好，败也罢，他都会认。是我做错了，害爹娘、哥哥还有妹妹费心了。既然逃不掉，那程玉书想干脆接受吧。程宝珠把事情闹得大了，也不一定是坏事。都说了不是你的错，你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啊，玉叔你别伤心，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最清楚了，对面太咬着你不放了。玉叔别太自责，不过是场意外。听着一大家子人都在安慰这么个外人，程宝珠差点没咬碎一口银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变故？书里继承不知今年参加的会试，那个钟宁也不应该还是他的妻子。程玉书更不可能被家里人如此接纳，到底哪里出错了？难道是自己这个蝴蝶的翅膀引发了风暴吗？程宝珠内心惶惶，需要抓住更多能让他安心的人。花市里不仅卖花，还卖蔬菜苗和果树。钟宁原本是来挑花苗的，这一看果断选了更实用的蔬菜苗和果树。这是苹果树吗？他还真不懂这些果树苗对不对版，那商贩十分笃定，这不是苹果树，这位姐姐你别被骗了，这是李子树。姐姐你信我。钟宁看了看那姑娘，又转头看向商贩。大叔，你可得想清楚再说话，我家果园里就种了苹果树哦。哎呦，看我这眼神儿，搞错了，这是李子树，这才是苹果树。姑娘，你买苹果树，我送你李子树做赔罪吧。有便宜不占白不占，钟宁就2棵树苗都收了，还在那个姑娘的建议下又挑了几棵苗子，还买了些蔬菜种子，苗子先放在市场这边。真是多谢姑娘了，我请你去吃个午饭吧。这怎么好意思呢？就是些便饭，你不嫌弃就好。钟宁对这种性格大大方方的女生还是挺喜欢的，更何况她还帮自己挑了半天的果苗，真是乐于助人。那好吧。啊，对了，我还没跟姐姐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田微微，田地的田，微笑的微。姐姐叫什么？微微。钟宁总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啊。我叫钟宁，钟鸣鼎食的钟，宁静的宁。哇，姐姐的名字真好听。你的也好听。二人去了路边一家小饭馆，钟宁注意到田微微的表情有些僵硬。是不是吃不惯这里的东西？我们去酒楼也行。没有，就这里吧。我看看吃什么好呢？二人点了3菜1汤。吃饭的过程中，田微微一直在说她自己的事，她家里的事。说到自己哥哥今天去参加殿试的时候，还看了看钟宁的表情。钟宁只是一边点头，一边喝了2口汤。说真的，他对有分享欲的人不排斥，不过这姑娘还是太单纯了，啥都往外说。姐姐，我感觉咱们特别投缘，我也是去年才到京城的，在这边都没什么认识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和姐姐交朋友。
我家就住在长安街15号，不知道姐姐家在哪里呀？我以后还想约姐姐一起玩，可以吗？周宁愣了一下，考虑到人小姑娘确实单纯热情，她也不好意思伤害人家，只能把新买的房子的位置说了下。我已经嫁人了，香菇性子比较冷，不太喜欢他人频繁叨扰。你若想找我，先给我通个信，约个时间，我看看有没有空，咱们再定。好。姐姐家住的地方真好呀，那边宅子不便宜呢，是吝的还是？吝的。周宁脱口而出，他不太喜欢别人问家里的经济情况。啊，这样啊，那看来姐姐很热爱生活呢，还买了那么多果树苗子回去种。还行吧，这玩意儿话有点密了啊。我家里也种了很多果苗，要我帮你一起种吗？这个就不麻烦你了，我和我香菇一起种，他马上就要闲下来，我给他找点事情做。那好吧。奉天殿内，300名身着统一服装的学子在殿试只有1天，题量很少，仅2道测问，2道算学。景帝这一扫，倒是叫他愣了下。今年这位会员倒是生得一张十分俊逸潇洒的脸，剑眉长眸，面观如玉，眸光也十分深邃。这张脸便是最好的探花人选了吧？不过酉时4刻，监视官及时收卷，考生离场。站在宫门外，季晨回头看了眼那朱红的大门，又看了看黑压压的天，长出了一口浊气。20年时光匆匆，中间的辛酸苦楚他记得清清楚楚，好在如今也是守得云开见月明。是季晨吗？夫人，我回来了。周宁立马打开院门，迎面而来的是一束色彩缤纷夺目的月季。喜欢吗？周宁抱住那一大束花，笑得像个傻瓜一样。喜欢呀，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收到花呢。你怎么想起来去买花的呀？季晨想过周宁会喜欢花，没想到会这么喜欢，他有些羞愧。早知道宁儿喜欢，他便日日买了。在路上看到一个孩童在卖花篮，看还剩了这些，就一起买了。这么晚了还在卖花呀，真不容易。相公真是心地善良。今日买了什么花苗？没买花呢，买的都是能吃的。看季晨似有些无奈。花是好看，但不能吃啊。我买的苹果树、枣树、李树还有葡萄啥的能吃，好吃，吃不完还可以晒果干，还可以让孩子们体会种植采摘的乐趣啊。夫人说的是，可我以为花也可以做鲜花饼、花茶，也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折取的乐趣。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允许你说，而且花也没有水果好吃，没有。夫人说的都对。同进士出身第300名，湖广青州府谭峰第299名。这每唱一个名次，就有1人为之震颤，剩下的人又是庆幸自己排名在这之前，又是忐忑。徐不言的愿望到底是没有成真。走到殿试这一步，每一个考生都知道投皇帝之好，他的测问就显得平平无奇。算学虽然答对了1题半，但也不是顶顶出众的水平，于是落了个158名。听到徐不言的名次，田建川冷哼一声，这就是水退尽了以后就能看清楚到底是谁在裸泳。看吧，这不就出来了吗？季晨和他那些狐朋狗友没区别，都是些走捷径的，如今也该暴露真身了。进士出身第56名，田建川。什么？田建川脱口而出一声惊疑，又立马捂住嘴，感觉到上手投来的打量视线，他整个人跟泡进冷水里一样，浑身发麻。好在陛下没有说什么，他想不通自己每次怎么会这么低，自己答得明明那么好。进士出身第54名，林胜。林胜满面红光，感觉自己激动得要昏过去了。进士出身第13名，云文广。听到自己的名次，云文广脸上没什么表情，意料之中却又难免伤怀。人总是有些侥幸期盼心理的。他又看了眼人群最前面的那人，不卑不亢，不慢不支。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不是状元就是探花。一直唱到只剩下前3甲，此时场上还没有报到名字的只剩下会试第2名陆遥，第6名程时章，第1名的季晨。程时章刚好就在季晨后面，
悄悄抬头看了他一眼，心里嗤笑。很快这最前面的位置就轮不到你了。他对自己的答卷非常有信心。父亲虽不是这次的读卷官，但父亲毕竟浸淫广场多年，对陛下的想法十分了解，且父亲一直以来对自己要求严格，自己写的每篇策问都经他批改，大哥、二哥也没少在学业上指导自己。程师章觉得他在这次殿试里已经超常发挥了，不可能有人比他还优。进士及第，探花程师章。收！他也像田建川一样丢了大人，虽然他那一声也还是让不少人听见了。程师章差点没瘫倒在地，他怎么可能才第3名？可很快他又振作起来，在心里不断祈求一定要是路遥第一。然而2天就是不让他如愿。榜眼路遥。路遥脸上浮现出笑来，这个每次比他想象的还好一些。进士及第，状元继承。随着这响亮的一声，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到了继承身上，直到看见外面一队人马护送着继承回来，钟宁这才有了自家男人终于当上状元的实感。钟宁眼睛酸涩的厉害，眼泪一下就氤氲在了眼眶里。怎么了？眼圈为何红了？钟宁一下扑进他的怀里。5年了，你知道我这5年怎么过的吗？我终于当上状元夫人了。我终于是官太太了，我真棒。他还以为宁儿是要夸他。对，宁儿真棒，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日，我得到的一切都归功于你。哼，你知道就好，所以你可得对我好一点。你要是敢一出人头地就抛弃发妻找别人，哼，那你给我等着吧，我就把你吃我的穿我的还拿我的钱养别的女人写成话本公之于众，让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让你羞愧难当，你懂我意思吧？这是在威胁我吗？你说呢？怕不怕？怕，很怕，所以不会有那一天的，我不会给宁儿这个创作的机会。哼，算你懂事。继承要在家里等礼部的人，钟宁先行出门，刚走出去就遇见田薇薇站在他家小院门口。你怎么来了？姐姐知不知道今天是状元、榜眼、探花游街的日子？我知道，我相公就是其中一个。我好好奇他们长什么样啊，特别是探花，我听人家说探花是前3甲最好看的，我想看看到底有多好看，姐姐陪我去看吗？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状元好看，我正要去呢，你跟我一起吧。钟宁没好意思告诉田薇薇自己相公公就是状元，主要怕人家觉得自己在炫耀。不过既然想法一致，钟宁也不介意带上他一块去看。好耶，姐姐对我真好，今天我估计整个京城的人都要出街，人肯定特别多。姐姐你抓紧我的手，咱俩可别走散了。因着前3甲的游街路线是早就定好的，历届如此，所以一大早那片街上已是摩肩接踵，好不热闹。钟宁和田薇薇好不容易到达酒楼，林如2人赶紧朝他招手。快来快来，不急，应该还有一会儿。前3甲还要先会合再游街，没那么快。这位是？林如一眼注意到跟在钟宁后面的田薇薇，田薇薇立马活泼地向他们介绍自己。小姑娘真可爱，多大了？18岁。哟，还真小呢。钟宁赞同，她是长得像18岁，实际已经24了。可有婚配？没有呢，我哥哥老是说我太挑了，但我就是想找个特别好看的，有错吗？这个肯定没错的呀，那找相公可是一辈子的事儿，那要是找个丑的，早上起床都得被吓一跳，更别说还要和他一起生孩子。哎呦，那真是比见鬼都可。哎，好了好了，安雅及时打断林如的话，生怕她带坏人家未出阁的大姑娘。你们相公去哪儿了？在隔壁呢。哎，怎么样？自家相公拿了状元，是不是特别开心？那肯定。什么？田薇薇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置信。姐姐，你相公是状元？之前不好意思跟你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这不是特别厉害吗？我就说姐姐这么漂亮，相公一定不是一般人。就是我没想到居然是状元。姐姐，你可真幸福。是还算幸运。那姐姐……田薇薇挤到钟宁旁边，一脸好奇。
状元对你好不好？他性格怎么样啊？念书念得这么好，不会是个书呆子吧？这一下子问题太多了，钟宁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好，主要都是些家务事，他并不想过多分享。来了来了，人来了！钟宁往下看去，松了口气。咱们先看看热闹吧。只见不远处，一支队伍由远及近地走过来，在队伍中间，今年殿试前3甲骑在高头大马上，穿着身鲜艳的红衣，正对着人群挥手示意。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好多人呐，好厉害呀！哎，这就是今年的前3甲嘛！哎呦，都好年轻呀！是啊是啊，人马上就要过来了，让我看看长什么样。哇，最前面的那个就是状元吗？长得也挺好看的。是啊是啊，怎么好像比探花都好看啊？我也觉得，我一会儿就把帕子扔给他吧。你们都不知道吗？状元郎有夫人了，孩子都有了，所以陛下钦点他为状元。探花让未婚嫁的宰相府小公子的。真的假的？这么年轻就成妻生子了？啊，好可惜啊！此起彼伏都是叹息的声音。林如朝钟宁挤眉弄眼，你看看，你看看，你成罪人了吧？钟宁又是好笑又是得意。没办法，谁叫我眼光好呢？队伍一点点靠近，钟宁定睛去看季晨，却看见无数香囊、手帕、绢花，甚至是首饰朝他那丢去，且有不少都掉进了季晨怀里。钟宁看得有些心塞。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不是都知道他已经名草有主了吗？怎么还丢啊？哎，我怎么觉得丢季状元的比丢其他2人的还要多些？不过季状元确实比另外2个好看多了，又是头名，被人倾慕也很正常。小宁，你以后可得把你男人看紧了。不用，是我的谁也抢不走，能被抢走的也不属于我。等队伍到了树下面，钟宁听见旁边传来徐不言掐着嗓音的声音：“状元郎，状元郎。”然后就有一方天蓝色帕子被丢了下去。小宁，你快也丢东西啊！没看见季状元正在看你吗？钟宁回过神，发现季晨确实在抬头看向自己。从刚才就一直眉头紧锁的他，此刻眉目舒展，脸上缓缓扬起一抹浅笑，如昙花绽放般温柔惊艳。钟宁心头一动，摸了摸头上，都是穿金戴银没有合适的东西。忽然他看见酒楼桌上今日插了只牡丹花，不知是不是顺应今天的氛围。钟宁拿过那只鲜艳的红牡丹，对着季晨摆了摆手：“相公，接着！”红牡丹落下，与之一同落下的还有一个粉色的香囊。季晨抬手接过那牡丹，香囊也落到了他衣服上。呀，刚才姐姐说话声音有些大，我准备丢给探花郎的香囊掉下去了，姐姐别生。气字还没说出，就见季晨轻描淡写地捋了下衣摆，把衣摆上那些东西都清了个干干净净，随即又将红牡丹别在了耳边。艳丽的牡丹衬得他那张脸愈发白皙俊美。夫人刚才在那么多人面前喊自己相公了，真好。田薇薇脸上的表情一滞，又赶紧把头上的金钗拿下来，装作十分激动地把钗丢到程时章身上。程时章本来就因为被父亲批评，如今又要落在季晨后头，心里面郁气难消，烦得不得了。就连游街给他丢东西的人都比季晨少，这算什么？他这一恼火，也把身上的东西丢了个干干净净。季晨不稀罕的东西，我更不稀罕。于是田薇薇刚丢下去的金钗也掉地上去了。是不是有病啊？我的金钗啊！按以往惯例，1甲进士直接授官。季晨这个状元是从6品的翰林院修撰，陆遥和程时章是正7品的受翰林院编修。其实3人职责差不多，只是后面2人品级略低。2甲、3甲进士则任庶吉士，无正式品级，在翰林院学习3年，散馆时成绩优异者方可留翰林院任编修或检讨。剩下之人看情况受京官或外放到地方做县令。正式任命下来后，景帝给新进进士们都放了3个月的假，让他们可以把家小接到京城。回去又是少不了一阵热闹。还是和之前一样，请一些关系亲近的人吃顿饭也就算了。3个月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回京还要再安置安置，这家里不用停留太久。周宁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在宴请了众人后，钟宁和季晨就开始张罗起了搬家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好搬的，就是把一家5口每个人的私人物品收带走，其余东西留屋里打包一起卖掉。钟宁想的没错，有了季晨的名人效应，他在镇上的房子硬是翻了1倍多，500两卖了。在县城的房子，他们住的这一座卖了1200两，相邻2座房子，陈老他们住的，还有钟宁爹娘弟弟偶尔来住的，也各卖了800两。钟宁倒是有心把800里给陈老，毕竟房子倒是就是买给他们的，陈老却无论如何都不肯收。等回了京，你给我和老七在你家附近租个宅子吧，这2个孩子还得我继续教养着，离太远了不方便，你觉得呢？这样甚好，2个孩子也舍不得你们呢。陈老慈爱地看了眼一天天长大的季元、季谦，就像看亲孙子一样。我想着明年让季谦下场参加童生试。这个孩子其实今年就可以参考了，只是我和他都想着让他尽量取得头名，稳妥起见，还是明年考得好。行啊，到时候我陪他一起回来考。我也回来，我要看着哥哥拿第1名。好。房子定下卖家以后，钟宁还去找了钟志成。店关了吧？钟志成忙不迭点头。这几年饭馆开下来，他人变黑了，粗糙了不少，也健壮了不少，和外面人说话时候语气也圆滑了很多，但面对钟宁时还是憨憨的，笑得跟个二傻子一样。关了，好多老客都舍不得呢。我跟他们说我要跟我姐一起去京城见世面了，他们都羡慕得很。说到这里，钟志成有些犹豫。姐啊，你带上我们姐夫不会有意见吧？他敢。不过你有考虑好去京城了做什么吗？继续做饭馆怕是不太行，京城毕竟不是咱们这种小地方，那边什么吃的喝的没有，这种小店过去没什么竞争力不说，怕是连房租都难以承担。我想着等过去以后在那边多看看，多琢磨琢磨再弄。这几年钟志成也存了200两，这都是他挣的血汗钱，他肯定得好好考虑再用。成，你有盘算就行。你这2天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头咱们直接走水路上京，既省时间还能多带些东西。好。临行那日，谢县令还特意带了人来送行。县令大人，该回去了。谢县令想，又何止是季晨他们离开了呢？自己应该过不久也要被调离这里了，而这又何尝没有季晨的功劳？他这几年做的最对的事就是押对了宝，给了季晨和他的家人很多便利，如今自己也算是有所回报。怎么了？工作很忙吗？不算多，只是修史讲究真实，却又要有度，要看的书多，还要整理起来，稍微有些麻烦。季晨还有些事没有说，不管在哪里都有上级盘剥下级的情况。尽管自己是状元，可比起出身世家的陆遥和宰相之子程时章，自己不过是个白身。很多同僚都会以所谓前辈的身份压自己一头，让自己帮忙做事。对于这种情况，便是在网上的那些大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事情暂时无法解决，季晨也不想给钟宁带来困扰。夫人最近在忙什么？我还能忙什么？肯定是忙着想办法挣小钱钱啊。钟宁回京以后，先是给陈老还有爹娘老弟在自家宅子附近都租了房子，然后买了2个丫鬟1个门房回来，之后就带着2个孩子在京城好好逛了逛。最近又开始了他的写作大计，他的纯正种田文已经写了个开头。说起画本子，钟宁是真没想到这次钱掌柜也拖家带口跟着他们来了。用钱掌柜的话来说，东家让他来开拓京城的市场，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他们书铺最出名的画本先生弄丢了。钟宁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钱掌柜应该是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唉，这马甲掉的。夫人辛苦了。他是真的觉得宁儿很辛苦，哪怕他如今已入朝为官，可每月俸禄不过80两，年禄米100斛，拿来养家那是远远不够。确实辛苦，不过比你好一点，所以啊，你就安心上班吧，不管发生什么事，还有我这个有钱人在后面顶着呢，知道吗？多谢夫人支持。季晨，今天帮我把这本文书校正一遍，回头要拿去给陛下看的，可不能有错，知道吗？这位汪祥侍讲已年逾40，在翰林院干了10来年，据季晨观察，是个既精明又尖刻之人。刚把文书丢给自己，转头看到程时章过来，
又立马换了副嘴脸。师长啊，昨日那本书看完了吗？可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程师长理都不理王祥，径直从他旁边经过，又看了眼已经在整理东西的季晨。哼，这些人什么意思啊？只给季晨配火，不给我分，是觉得我扣不住吗？还是对我有意见？程师长不爽地踢了下桌角，愤愤地厉害。汪祥也不介意，继续去给他嘘寒问暖。汪兄，今天轮到你去给陛下试讲了。今天不是刘氏讲吗？怎么就轮到我了？哦，刘氏讲啊，刚刚说吃坏了肚子去茅房了，陛下那儿可不会候着咱们，这不就把人选往后推了一个，让你先顶上了。这汪祥脸都黑了，谁不知道陛下这几天心情不好啊？这2天早朝就抓了不少人小辫子，昨天进宫的侍讲也被陛下狠狠挑了刺，直接从侍讲调到了编修。自己要是也变成了编修，那可就不能使唤别人帮自己做事了。这刘德全真会叫下面抹油。汪祥又急又紧张，目光四下乱扫，突然注意到正在替自己修正文书的季晨。哎呦，哎呀，我的肚子，哎呀，我的肚子怎么也咕咕乱叫起来了啊！我要去茅房，好难受。不知道是不是今儿喝的豆汁儿不干净啊？我这去不了，不然您让别人替我一下吧。哎呀，哪还有人能替你？这试讲都是提前看书准备的，也就临近的1、2个人可以进宫去面圣，你也去不了。那翰林院今天所有人都要跟你一起吃瓜喽。杨氏讲气得不行，但要他去，他也是绝对不去。哎呀，你看，不然让季晨去吧。哎，他是新科状元，陛下对他印象好，他才考完试记得也多，到时候拿自己最有把握的一篇文章说给陛下听就好了。哎，季晨，你觉得呢？若实在无法，那某愿意一试。可你是修撰，才刚入翰林院。哎，修撰也是可以给陛下进讲经史典籍的嘛。至于是不是刚入翰林院，陛下不会在意那么多的，只要他能说好就行。鉴于实在无人可用，杨氏讲只能松口，又多季晨再三叮嘱，在陛下面前千万要谨言慎行。周姐姐，我来了。你今天怎么过来了？钟宁诧异，从他们回京后，田薇薇基本每隔4、5天都会过来一次，跑得相当频繁，大多数时候是先写了拜帖的，也有突然上门的时候，今天就是。嘿嘿，我今天刚好经过嘛，你看我瞧见了什么？什么？我看到街上有卖水晶糕的，绿豆味、南瓜味的都有，我就买了2包过来。我看摊子那边很多小孩子都吵着要，我就想着小千和小圆应该会喜欢吃。小千和小圆呢？今天不在吗？去读书了？没有，天热了，中午休息，一会儿就要起来了。你在这坐会儿吧，我给你泡杯茶。好哎，我要喝金丝黄菊。等钟宁进屋去泡茶，田薇薇就在院子里随意地走走逛逛起来，看到丫鬟在那洗衣服，柔和着声音问：我看你要洗的衣服很多啊，累不累呀？家里就你和翠竹2个人干活，应该很忙吧？不累的，夫人和老夫人对我们很好，很多事情他们自己能做的就不让我们干。红梅这话不是奉承，钟宁日常不怎么会使唤2个丫鬟，像烧水、收拾碗筷这些小事，她自己顺手就干了，甚至带着孩子挖地种菜。至于继母，那更是没那习惯，要不是红梅抢着，衣服她都自己洗了。2个丫鬟以前也在别的主人家干过，都觉得现在这日子过得太幸福了。那季晨呢？会使唤你们干活吗？晚上，你们晚上还要轮流守夜吗？红梅揉衣服的手顿了顿，没有，大人从不找奴婢们，晚上奴婢们也不用守夜。这样啊。听到钟宁喊自己，田薇薇才放过红梅。回去的路上，她忍不住扬起嘴角，果然她的想法是对的。尽管季晨如今只是个从6品的小官，但他未来可期，而且他不仅模样好看，还洁身自好，这是个顶顶好的男人。至于他娶妻生子这件事，田薇薇想，娶妻又不是不能休妻，
钟宁也就一个皮相好，实际农村出来的，一点当家主母的气势都没有，连2个丫鬟都不会指使，自己比他年轻，比他有气质，还比他会待人处事。季晨需要的应该是自己才对。不好意思啊，姐姐，刚才去后院转了转，姐姐家里收拾的真好，又干净又漂亮，姐姐平时肯定很辛苦啊。钟宁给田微微倒了杯茶，没有应声，主要他觉得不经主人同意，擅自在别人家里走来走去是件很不礼貌的事。娘，看到田微微，纪元乖乖地打了个招呼。姨姨好。圆圆乖，姨姨给你们买了点心，快过来尝尝。还有小千，你也来。季谦看了眼田微微，没有叫人。时间到了，咱们该去陈爷爷家念书了。纪元依依不舍地看着那2盘点心，不过还是学习要紧，而且他最近和白奶奶学刺绣呢，马上就要绣好一个香包了，他要把它送给最好的娘亲。姐姐啊，小千好像不太喜欢我。周宁倒没看出什么喜欢不喜欢，不过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思路。微微，你也看出来了，我家孩子对外人警惕心强，他们有时候可能会无意中做出不礼貌的事儿。我想着，不然咱们俩以后约在外面吧，这样你也能自在一点。我没事的，姐姐，我没事的。而且我想了想，小孩子就这样，可能是我来的少了，他们不习惯。我经常来，他们多看看我，应该就好点了。微微，我就直说了吧，孩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这里地方也很小，不是待客的好地方。我儿子我相公都是隐私感极强的人，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人带回来。姐姐，你是讨厌我了吗？不是讨厌，只是行为处事不一样。微微，你是个很好的姑娘，我很乐意和你做朋友，但朋友之间也要有一定的距离。我想我家里这么小，要是哪天你过来遇到我相公，他会不自在，你也会不自在。田微微心下愤恨，说那么好听，还不就是想赶客？肯定是怕自己经常出现在这里会把他相公和孩子吸引，他地位不保。不过事情8字还没1点，田微微也不好和钟宁撕破脸。好吧，姐姐，对不起啊，我也是第一次有了关系这么好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和你相处才好，让你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我跟你道歉。没到那个地步，你也别记恨我，我把你当朋友才和你直接提的。我怎么会记恨姐姐呢？姐姐也是在教我为人处事的道理嘛，我以后会引以为戒的。怎么是你来了？季晨语气平缓，不紧不慢地解释了情况。他们都身体不舒服，你身体很好吗？能为陛下侍讲是微臣的荣幸。那你打算讲些什么？不知陛下想听什么？朕想听的你都会。臣当尽心竭力。行，那你就与朕说说这《孝经》吧。季晨平静地截取了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段，与皇帝娓娓道来。景帝原本只是随便考验季晨，没想到听着听着倒是真入了迷，一直听季晨说了1个时辰的《孝经》。说得不错，你一直说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孝，且说的十分熟练通畅，莫不是早就为今日做好了准备？不是，微臣家中有2个孩子，以前经常与他们说这些。那你觉得把这段说给朕听合适吗？臣惶恐。臣第一次与陛下试讲，自然是选最擅长的部分去言说，想在陛下面前留下个好印象是其一。其二，臣听闻陛下教养诸位皇子公主，亦是宫体力行，便想着通过说《孝经》来投陛下所好。说来说去都是讨好朕是吧？是。你倒是诚实，不过你说得很好，朕也从中有所启发。说吧，你想要得到什么奖励？陛下可否赏臣2件宫里打造的首饰？朕想带回去送给夫人和娘亲。哦，就这样，朕再赏赐你些金银如何？又或者一个更大的宅邸？朕可是听闻你家中贫寒，在京中也只能买下1进的宅子。陛下有所不知，微臣幼时家中确实贫寒，后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扛起养家的重担，直至娶亲生子那2年，因着微臣还要念书，家中一时温饱都难以满足。好在上天眷顾，微臣幸运娶到的妻子有写画本子的才能，后面日子渐渐好过起来。家中如今虽不算大富大贵，
但也绝不是贫寒。之所以买的小宅子，也是微臣担心超了规制，并非买不起更大一些的，所以微臣不能收陛下赐予的宅邸。你倒是诚实，不过这宅子朕说赐予你，便是赐予你，没有收回去的道理。是朕赐的，便也没有超规制的道理，你就收下吧。既如此，臣叩谢陛下。啊，所以咱家这就多出个大房子了？陛下赏赐，咱们要及时搬过去。这一处房子就让陈老或者是岳父岳母他们住吧，也省了他们在外面租房子。成，相公，你有点厉害哦。季谦，爹，怎么和妹妹在外面？哎呀，您就是季大人吧？我是……季晨看都不看他这里，而是继续看着儿子。这位田姨要来找娘亲，我和妹妹跟她说了，娘在外面，今天会晚点回来，让她先回去。季晨这才将目光落到田薇薇这边。我叫田薇薇，和钟夫人两个是朋友。我听说你们家最近在搬家，就想过来看看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没有。田薇薇一下顿住了，很快又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东西。圆圆，姨姨前2天去店里买首饰，看到这对珍珠头花很不错，你戴上肯定好看，就买来给你了，你收下吧。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田薇薇也发现了这2个孩子里还是纪元比较好接近。自己都来了这么多趟了，季谦也不肯喊自己一声，对自己好像很排斥的样子。既然暂时征服不了这小子，那他就一个个人来，逐个击破。不要，圆圆不要。这可是姨姨就是给圆圆你买的呀。不要，娘说了，无功不受，不收东西，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所以圆圆不能拿。没事的，圆圆，姨姨又不会要你给什么回报，姨姨是喜欢你才给你买的呀，你那么可爱。谢谢阿姨夸奖，圆圆也觉得自己很可爱。不过头花圆圆不能收，多谢姨姨好意。没什么事的话，我带2个孩子进去了，你也早点回吧，我这边不方便待客。田薇薇脸上的表情差点裂开，这算什么吗？季大人，不知以后我能否去新的季府拜访，我会写拜帖的。家中的事情归我夫人管，你去问她吧。不过家里如今刚刚搬迁，里头还很乱，暂时不宜待客。陛下让我去户部做一段时间，后面我可能会回来的更晚，到时候你先睡。这么快就给你调岗了？不是说3年后考核再看是继续在翰林院晋升，还是分到6部吗？户部如今在进行税务改革的事，各地都在重新丈量田亩。之前殿试我写的策问得了陛下的亲眼，加上这段时间陛下在我试讲时时常与我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大约是觉得我的想法可行，就让我先过去试试看。可以呀，不愧是我相公，进步的就是比别人快。你在前面加油干，后方我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我会努力的。季晨忽然想起下午的事情，便和钟宁说了大概。那个田薇薇我看不是省油的灯，你尽量离她远一点。钟宁没想到田薇薇居然私下里也会来，这种分寸感让钟宁越发不舒服。他开始隐约感觉到田薇薇另有所图，当初在花市说不定也不是偶遇，等下次见到田薇薇还是得跟她把话说清楚了。我之前跟你说过一次了，我想稍微懂些规矩的人都应该懂保持距离的重要性，可你没有，你不仅没有，还私下和我的孩子夫君接触。田薇薇，你说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我没有啊，姐姐你误会了，我真的只是想过去看看，给你帮帮忙。这就是你又擅自过去的理由？你不要把我当傻子，我和你直说了吧，我夫君不喜欢你，让我防着你。怎么会？我说的是实话，你不爱听那也是实话。至于我的2个孩子，圆圆虽然单纯，但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不会被你一点小恩小惠打动。谦儿和他爹一样，对你印象不好，说看你的眼神感觉很不舒服。田薇薇，小孩子都能看出来的东西，我没有看出来是因为我傻，但我现在知道了，我就不可能再让你接近我的家人。还有，你不会不知道你哥和我夫君关系很不好吧？田建川没有和你说过吗？你都知道了，你调查我？在没怀疑过你的居心的时候，当然不会刻意去查。可既然怀疑了，
还是多了解一点比较保险。你说呢？田薇薇心里恨得厉害，只感觉自己被钟宁当成猴子耍了。我不是故意隐瞒姐姐的，我只是担心说出来以后，姐姐就不会愿意和我做朋友了。可以了，再说谎就不礼貌了。不管你有什么目的，我都不会再和你有所关联。就像我相公不会和你哥有来往一样，咱们俩也还是当没认识过吧。哼，钟宁，我可不会就这么算了的。哥哥，你再放高点，你再放高一点。好了，这样高已经够了，再高容易被刮跑。你就在这里玩，不要乱跑，我去帮娘。火升起来了，季谦不声不响地拿起串烤。娘，你也去歇息一会儿吧，这里有我。钟宁闻言，一颗心软软，一把抱住好大儿。哎呦，娘怎么会有这么乖、这么孝顺的儿子呢？娘，你来放风筝，圆圆去帮忙，圆圆给娘亲多烤肉串。好了好了，你玩吧，烤串而已，用不着那么多人的。娘一会儿来陪你。好吧。钟宁洗干净手就去陪纪元。小姑娘风筝已经放得很高了。娘，快看，那里还有个风筝。钟宁看过去，果然有个很大很艳丽的粉色纸鸢。哇，还挺漂亮，应该是哪个有钱人家准备的吧？钟宁正在那感叹呢，那串式风筝就随着风吹到了他们的风筝附近。圆圆，把风筝拉起来吧，别搅和到一块儿去了。可惜话又说晚了，两个风筝已经搅到了一起，很快一同掉了下来。娘，风筝掉下来以后就被树枝扎破了。圆圆不哭，等娘下次呀，给你买一个更大更漂亮的风筝，再带你去放。真的吗？咱们去吃烧烤吧。好哎。殿下，我的风筝也不知道到底掉到哪里去了啊！那可是我亲手画的风筝啊，好可惜。应该就在这附近。钟宁下意识抬起头，就看到从林子里走出来的二人，还是两个熟人。是你啊，殿下，你也认识他？这个女人到底是谁？五皇子认识，三皇子也认识。周文昌没法提起钟宁和程玉书那件事。碰巧见过，她就是那位新科状元季晨的夫人。季晨的夫人？怎么可能？她叫什么？他写的画本子，他比谁都清楚人物设定。季晨的夫人原本是他讨厌的钟宁，丑化版在书里就是个炮灰。可现在面前这个分明就是没有丑化过的钟宁。要是这个钟宁是那个钟宁，那他难道也是传过来的吗？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他叫钟宁，有什么问题吗？什么问题啊？问题大了。程宝珠抬起头，就见不远处的女子朝他抬起手打了个招呼，嘴巴一张一合间分明说的是哈喽。程宝珠浑身一颤。你真的是？你确定要在人前说这么多废话？程宝珠立时闭上嘴，拽着他往树林子里走。娘，没事儿，娘去跟这个姨姨要风筝的补偿，你们不用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怎么来的，我就怎么来的呗。程宝珠定了定心神，可仍是心火难平。即便到了现在，看到钟宁那张脸，他还是觉得厌恶。你知道这本书的全部剧情？这是程宝珠无论如何都要确认的。如果知道的话，那他不得不怀疑钟宁是在利用季晨做跳板，然后接近周文玩，最后走到高位上。要真是那样，他的目的可就达到一半了。这个女人还是那么有心机。知道又怎样，不知道又怎么样？钟宁伸手拽住程宝珠，把她往自己面前拉近一步。程宝珠，我不管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但我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和你说一句，你最好不要搞事情，那样咱俩还能相安无事。不然，钟宁松开程宝珠的衣服，闹到后头只怕对咱俩，特别是你，没什么好处。你威胁我？钟宁，你以为还是在现代呢？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我想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那你来试试呀，你能做得到的话。钟宁本来还想着跟程宝珠讲个和，倒不是怕了他，
只是觉得日子就这样顺顺心心的过着挺好，少点麻烦。可很明显程宝珠不太乐意，那就随他吧，自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了，1两银子给我。什么1两银子啊？因为你的风筝，害我买的风筝掉地上坏了，赔钱。你有病！程宝珠话没说完就被钟宁掐住脖子。有些话我不想重复，和听不懂人话的东西沟通真是费劲，非要我抽他2下才行。给你。程宝珠立马求饶，拿到银子，钟宁转身就走，程宝珠跟上。等看到周文昌，程宝珠立马扑到他怀里，伸手指控钟宁。文昌哥哥，他掐我脖子。周文昌立马往后退一步，他今天陪程宝珠上山不过是为了让玉书有危机感。寺庙那件事后不久，他还是想开了，他没法做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就不喜欢他，他还是会日思夜想这个人。可偏偏玉书还是对自己若即若离，他没办法，只能靠这种幼稚的手段让玉书早点明了对自己的态度。文昌哥哥，周文昌没有看程宝珠，而是盯着正在吃烤串的钟宁。真有这件事吗？是不是真的？你不会看吧？钟宁扫了眼程宝珠的脖子。这里有痕子吗？周文昌看了眼，确实没有。就那么点时间，怎么可能有什么痕迹？程宝珠也太喜欢小题大做了。这位姑娘，你也不能因为不想赔我风筝的钱就污蔑我吧？哎呀，行了行了，我不要你的钱了还不行吗？文昌哥哥，你信我，他真的对我动手了，他还拿走了我的1两银子。周文昌看程宝珠像看傻子一样。走了，回去吧。他打算下山了，和这种无脑的女人在一起太累了。程宝珠自己笔下的男主，我还能不知道是什么性格吗？没发现你的表现都让他讨厌了吗？不过这男的也没什么好的，情绪不稳定，做事还幼稚，跟小学生一样。娘，那个人你认识吗？他总觉得娘和那个女人的状态不太对啊。他呀，不认识。钟宁今日收到一份特别的请帖，是户部左侍郎的夫人寄来的。户部右侍郎是你的领导吧？季晨看了眼那帖子，点了点头。那我可得去参加。赏菊花宴，这京城女子这是1年4季都在赏花呀，冬天还能在一起赏梅。这朵盘龙嫦娥开得真好看啊，又优雅又大气。我比较喜欢这个清波泛翠，看看这花瓣的颜色，里面是嫩绿，外面颜色一点一点变浅，实在是漂亮的紧。也不知我向许芬讨要一些这鹅毛粉黛的种子，能不能要得到？钟宁听了一耳朵，再看一眼这些花，他也算是懂得什么叫牛角牡丹了。姐姐看得这么认真，能分得清这些花的品种吗？叫得出名字吗？姐姐，这朵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姐姐，既是赏菊宴，你怎么一点都不准备啊？你这样岂不是辜负许夫人的一片美意？我这个不懂花的都提前看过图鉴啊，知道这个叫苦水流霞。这些大家都知道吗？那当然了，除了姐姐谁会不知道啊？姐姐，你还是要多学习啊，不然在外面丢了季大人的脸。程小姐，你也知道吗？以前都是当过同学的，钟宁也还算了解程宝珠，学习一般，还挂过几次科。听到钟宁这一声问，程宝珠脸上的笑立马凝固了。你以为宝珠像你一样吗？就是，自己是这样的人还揣测别人。嘿，你以为你是谁啊？敢这么和宝珠说话？知不知道我问程小姐回答一下不就行了？算是对我这个没见识的人不吝赐教好吗？好的，程小姐，这朵花叫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跟你说？你让我回答我就回答，你配吗？程姑娘该不会是不知道，在这故意嘴硬吧？我知道，但我不想说，有问题吗？没问题啊。不过程姑娘，你刚才声音好大呀，比之前说话都大，有点像因为被人戳穿，所以恼羞成怒了呢。其他人应该也是这么觉得的吧？钟宁这话一说，果然大部分人目光都放在自己身上，有怀疑，有惊讶，还有不屑。这些人居然敢瞧不起自己，不就是知道了几个破菊花，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说我种的是破菊花？结果看到程宝珠那张脸，许是他立马换了个神色。原来是程姑娘，怎么了？这么生气？
程宝珠也意识到自己刚才口不择言了，不过他自视甚高，对许氏的改口不甚满意。没什么，这位真相府千金和之前那位简直是天差地别，忒没礼貌。没事就好，真是感谢各位今天能到场。他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然后就看见了人群里的钟宁。许氏瞳孔微微放大，这张脸哪怕过去了好几年，他也还是记着的。当初那个在风场让自己丢了颜面的女人，钟宁在脑中反复回忆。没办法，他有点脸盲，不过这次他倒是想起来了。哎呀，这世界可真是太小了，没想到居然遇上了。不过和季晨当初猜的差不多，原来人家真当上了候补左侍了，也不知道当年那孩子咋样了。这是谁？这位是新科状元，如今在户部做主事的姬大人的夫人。主事？许氏在心里松了口气，果然不可能强过自己。为迎接各位，我给准备了一桌鲜花宴，大家都过来尝尝怎么样？可万万不要嫌弃呀。只是吃饭未免平淡了些，不如我们大家来玩飞花令吧。好啊。许氏大方地拿出一只翡翠手镯，这个就当做彩头吧，谁是最后赢的那个，就把这个给谁。田薇薇信心满满，这么多年她为了成为别人口中的才女，可是没少看各种诗集文集。那许夫人，你来定一个字吧。好，既然是赏菊，那便以菊字来送诗吧，也不一定要带菊这个字，描写的是菊也行。菊呀，田薇薇心想，这可比花字难多了。不过还好自己知道的多，她心里得意，又看了眼对面的钟宁。见钟宁看了回来，田薇薇扬起嘴角，自己不一定会赢，但这个没底蕴的女人肯定会输。那就从左手边一列先开始吧。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奈何唯有东篱菊，锦树初开晓更清。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如傲霜枝。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尽百花杀。多少天涯未归客，尽借篱落看秋风。黄菊之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这下好了，第4轮程宝珠答不上了，如此又下去一轮。遥怜故园菊，英镑战场开。场上就剩了自己和程玉书。到了第7轮，我没有可以接的了。那就是钟夫人赢了。也不一定，说不定她也接不上呢，那就是平局。雨荒深院菊，霜到半池莲。黄菊开时伤聚散，曾寄花前，共说深深怨。尘世难逢一笑，况有子于黄菊，堪插满头归。够了吗？这下众人不管真服还是假服，嘴上都没有异议了。许世强压着不满意，面上笑盈盈地把镯子给了钟宁。钟宁也不客气，戴到手腕上。多谢夫人赏赐。哇，这水头，这成色，一看就很值钱呀！不就是被说2句吗？能挣个好东西，不亏。这位钟夫人，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哎呀，其实早就该给你了，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程宝珠把手上戴的金手镯、和田玉手串、金戒指一大堆东西都摘了下来，递给钟宁。无功不受禄，陈姑娘，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哎呀，不是这个了，我之所以给你这么多东西，是因为想要补偿你。不是，这是突然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吗？其实是为了姐姐，想替姐姐向你道个歉。程宝珠小心翼翼看了程玉书一眼，似乎是在顾忌什么一样，后者像是没察觉到他的眼神。得，又是没憋什么好屁。果不其然，是提自己和程玉书在寺庙里那件事。这些内幕故事一出，现场先是死一般的寂静。这事应该是有误会啊，玉书不是那样的人，是吧玉书？要说对这事他不在意是假的，所以手心出了汗。可要他说谎他也说不出，说出来也会被程宝珠揭穿吧。还有钟宁，
所以程玉书选择了沉默以对。众人心里都有了答案。那钟夫人，你没事吧？你可是被劫匪抓走了那么长时间，你……哼，我什么？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装什么呢？自己清不清白，有没有失贞，自己心里清楚。状元郎可真倒霉，摊上这么个夫人。不过季大人人真好啊，都这样了，还没有把他给休了呢。各位只会窃窃私语算什么本事？想说我被那2个人玷污了清白，直接说就是嘛。先不说你们的揣测是不是真的，我就问问你们，我是受害的那个，是无辜被牵连的人，为什么你们1个2个说的好像是我犯了错？咋了？我是不甘寂寞红杏出墙了？这么说的话，各位以后啊可得小心着点儿，万一也被人算计了呢？还有啊，我听说对于一些家教森严的贵女来说，只要是和男子有了肢体接触就要嫁给他，是真的吗？那要是你们在路上不小心被乞丐抓住了，拥上了，是不是也要嫁给人家啊？那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啊，指不定就有乞丐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呢。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吗？哎呀，怎么会呢？我可不是那起子黑心烂肝的人，明明自己做了该遭天打雷劈的事儿，还反过来装无辜之人，谴责受害者，那样的人死了呀，也只能下地狱。你说对吧，程姑娘？看什么看？又不是我干的，就算是我干的又怎么样？你还不是没证据？钟夫人，我知道你无辜被挟持很可怜，我一直也是想着带姐姐去找你道歉，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这些我珍藏的首饰，就算是对你的赔礼道歉了。你生气归生气，何必迁怒到我的头上？那好啊，你把那个手串举起来。程宝珠不明所以照做，钟宁捡起几颗小鹅卵石，弹手一挥，石子打在手串上，瞬间手串崩裂。你干嘛？你可知这和田玉的手串有多贵？不是说给我了吗？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呗。况且我也只是把当初对匪贼的手段重现一下，你把其他的东西也拿着，别动哈。钟宁又一颗颗石子丢出去，金手镯被钟宁打到花园的河里面，金戒指被他弹到凉亭的顶上。哇，各位真觉得那2个匪贼能拿我怎么样吗？我呀，没把他们脑浆子打出来，已经很好了。又扫了眼刚才那几个长舌妇，几个人瞬间缩了脖子，瑟瑟发抖。哎呀，真是没意思，无趣啊无趣。隔日景帝就指明季臣陪同五皇子周文玩一起去南直隶监督田亩测量一事。南直隶地处东南沿海，地势开阔，土壤肥沃，在江南粮仓中占据重要地位。当然不仅仅是粮仓，也是养蚕缫丝的好地方。丝绸布匹在整个大周都十分受欢迎，经济甚是繁荣。此次除了田亩要重新测算外，那些开过荒和可以被开荒的山地也被纳入其中。此次前往南直隶，你可千万不要被那些盗妈人的家伙给骗了，他们可能会故意和你套近乎，表面配合你的工作，然后使出美人计、诬陷计等等来害你。到后面，便是你的任务完成了，也容易被其他人抓住这些点不放，陛下也可能对你有所怀疑。季臣认真地看着钟宁，只把他看得发毛。看什么看？我就是在想，夫人是如何知道这些的？难道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如果我说我是在原书里看到的，这和未卜先知是不是差不多呀？但这话钟宁肯定不能说，他可不想被人当妖怪。我瞎猜的，毕竟话本子里都这么写。总之，你给我注意了，去那边老老实实的。你要是敢给我招蜂引蝶，那你就等着吧。我以前就与夫人说过，我有你一个人已经足够，也没有余力再应付另一个。在外面不要乱吃乱喝，知道吧？要是五皇子能带我厨娘，你就让他带你一起吃；要是没有，你就尽量自己做。纪元直接把最喜欢的娘给做的玩偶递给爹爹。爹爹晚上睡不着，可以抱着他。钟宁看着那丑得难以言说的毛毛虫玩偶，眼皮子直跳。季臣倒是不嫌弃，照单全收，随即又将目光落到儿子身上。季谦小大人一样，眼神坚毅，面容冷酷。爹，你放心去办事，家里我会看顾好的。季臣先是一愣，随即捏了捏他的脸。好小子。志成呢？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了？孩子们还有季女婿，
那可真是不好意思啊，就我一个人来了，是不是中午都舍不得多给我做俩菜了？你这孩子，想吃什么，娘给你弄去。都成，我不挑。对了，志成呢？他啊，送货去了。送货？送什么？经过钟父和李氏的一番解释，钟宁这才了解到，原来钟志成来了京城，经常出去观察各种商铺的生意情况。结果新的商机他暂时没找到，倒是发现不少铺子都有找人帮忙外送东西的需要。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就不便宜，所以帮忙送一趟也能得不少钱。要是主家高兴，还能给点赏银。钟志成就先去找了这方面的事情干着，一段时间做下来，倒也得了不少铺子的认可，也挣了不少钱。这不就是跑外卖吗？可有遇到危险的时候，毕竟东西不便宜，指不定会被人盯上。啊，有的。之前我去给人家送定做的首饰时候，就遇到有地痞无赖想抢东西，但是都被我打回去了。丝毫没有提及那天他身上被打出好几道重重的淤痕，东西也因为损坏由他承担了全部损失。姐，你不用担心，我现在都是提前一天把明天要送的东西确定好，遇到很贵重的我就租匹马骑马送，身上还带了武器，一般不会有问题。钟宁看钟志成这样，忍不住把季晨之前说的转达给他。这个也挺好，不过爹娘都在这儿，我这暂时也走不开。爹娘是我们2个人的爹娘，你要想去就去，你还年轻，自私一点也没事。我可以找人来照顾爹娘，然后等咱俩休息的时候，可以轮流回来看看，你说呢？钟志成何尝不知姐姐这么说也是为了让他打消顾虑，但是想起他和爹娘从村里到镇上，再到现在京城落脚，甚至不用在外面租房子，这其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姐姐的拉拔。尽管姐姐说这些都是她借她的，等她做成事了再还，可无论如何，这一路上自己欠姐姐太多了。她不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她也知道在爹娘养老这件事上，她就是该承担的更多。因为爹娘这么多年一直在自己身边帮忙，挣了钱也是自己拿着，姐姐没有从中享过福。甚至姐姐刚嫁给姐夫那2年日子那么难过，家里也没说帮上多少。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去军营危险呢，咱家里就我这一个独苗苗，以后还得给老钟家传宗接代呢，我可不敢去冒那个险。好男儿志在四方，懂不懂？要是我就去。哎呀，算了，人各有志，你现在这样也不错。听钟志成说行情好的时候，像是给人家送那种一整套的首饰，他一天就能挣好几两银子，主家满意还会给他打赏不少。挣钱归挣钱，也要操心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不是说要给老钟家传宗接代吗？姐还等着给侄子侄女发钱呢。钟宁故意这么说，看给钟志成说的脸红窘迫，果然有些亲朋好友喜欢催婚是有原因的。这本可出新的内容？有呢，前天刚出，都卖的差不多了，还剩下10多本了。您要几本？2本吧。毕竟程宝珠在旁边，周文昌想了想，还是多买1本给他看。这不全是现代那套吗？怎么回事啊？他赶紧翻开其中1本，快速地扫了几眼。这熟悉的重生复仇剧本，又是穿越老乡不成？正想着，就见钟宁从店铺后面走了出来。请问穿越老乡和现代风画本子出现在同一场景里，画本子不是此穿越者写出来的几率有多高？大概是0吧。是你？对，是我。你这个超人精！我抄什么啦？你也写小说，不就是在抄我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那我请问呢？你说说，这几个画本子里有哪段是你写过的？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内容。那是什么？是你看我写的小说出了名，挣到钱了，也来掺一脚，分一杯羹。钟宁，你个学人精！程宝珠，你要不换换你的脑子，听听里面是不是有水声？什么时候写这玩意儿成了你一个人的专利了？你这么说，那天下写画本子的是不是都要给你交点专利费啊？再说了，我要真学你啊，我应该把你的名字写进书里，写成里面人格最恶心、结局最倒霉的大反派。但我毕竟不是你，干不出那么缺德的事儿。周文昌听不懂这2个人的对话，不过他有一点还是有些惊讶。这些画本子是你写的，贪财小人！被人当面喊笔名还是有点尴尬。是又怎么了？
周文昌没想到钟宁这么自信坦然，一点都不遮遮掩掩，加上之前那本剑圣给他的印象，他这会儿反而有些欣赏起钟宁来了。难怪那个继承有钱，在这京城买宅子，这一家人过得那样富贵，原来全靠女人呐。没什么，这话本子写得不错，要是能写得更快点就好了。我娘喜欢看。这是替母催更来了，我尽量。对读者钟宁态度肯定是友善的，对某些人嘛，你要是不服你也去写。不过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稳着点儿，可别在书里面写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也别像今天一样这么蠢的来质问我。要是说漏了嘴，你死了也就死了，可别连累我。程宝珠被说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在教我做事？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你这话本子写的是什么东西啊？土了吧唧的，还都是老套路。我可不稀得去做这种事，我要做的事业比你这个高大上多了，你就等着看着我如何扬名吧。行啊，那你加油。看钟宁这样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程宝珠气得发抖。哼，你还有心情在这搞什么画本子？你知不知道程玉书都追着你的男人一起去南直隶了？现在这两个人说不定在花前月下晚上一起看星星看月亮呢。你闭嘴！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是过来帮忙的。帮忙？我问你，他去之前季晨知不知道？应该是不知道的，这是玉书连时决定的，应该只沟通了武帝那里。应该？我不要应该。钟宁哼了声，在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这个答案他要找两个人当面确定。等钟宁离开，店小二递上来2本画本。我现在只需要1本，还有那个生意你自己一个人做吧。他不接受和一个张口就说玉书坏话的人合作。此时南下的队伍已经快马加鞭走了3天。你为什么要带他来？怎么了？我只是找人来帮忙而已。你反对是怕他影响到你办事吗？你该知道，我指的不是儿女私情那方面，更何况我与他也并未有儿女私情，只是这程玉书是个女子，素来没有女子摄政的先例，你与他也没有婚配，便是婚配，也不该在都是男人的队伍里带上这么一个女子。这一点也是让季晨无法接受的。若程玉书是女扮男装进到队伍里的，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没见过。可这个女人堂而皇之地穿着华丽的衣裙，并不遮掩自己是女子的事实。便是季晨不在意，但他那张脸也注定了会在这队伍里引起不小的骚动。您这样不怕遭弹劾，不怕引起陛下的不满吗？你在教本王做事，我既然敢带他来，就有承担一切的觉悟。闻言，季晨不再言语。季晨，你能不能陪我一下？我想出宫。程玉书说这话也是极为不好意思。前2天晚上还可以住店，去茅房没那么害怕，可今天晚上是在荒郊野外，先不说有没有蛇虫野兽，便是和这么多男子在一起也很不安全。那么多人可以找，偏偏找他来干嘛？程玉书唤了几声，见季晨没反应，他心里多少堵着气，他是为了保障他的安危才来的。你不出来，我便进去。不等他进去，季晨已经一把掀开帐篷。你有没有完？你不要脸，我还要脸。那你陪我去出宫，你只要在附近守着就行。出宫是吧？季晨走到另一个帐篷前，一脚踹开帘子。你想造反？殿下没睡正好，您偷偷带来的人要去出宫，您陪他去吧。我一个有妇之夫要脸，也怕受别人非议，回去被娘子厌弃，所以这事儿还是殿下您来吧。季晨说完，不等周文王回复，转身便走。你的妈！就你是有妇之夫？偏偏人确实是他带来的，后面还有用，他也只能忍着火气出去陪程玉书。我还以为你能勾得住他的，倒是我看得起你了。殿下慎言。你跟着我干嘛？送你去那边。你有这么好心？他很快反应过来，你想去找程玉书就直说，拿我做什么法子？周文昌被戳穿也没有尴尬。既然是顺路，我便送你一程。行吧，那就麻烦你了。跟着周文昌总比他一个人走要安全。你可以把脸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擦了吧，有本皇子在，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我一个人妇跟在你旁边算什么事儿？还是这样方便些，不会有人说3道4。季晨看了眼周围荒芜的田地，村子里破旧不堪的草屋。这几年海口横行，时不时便会来到大洲沿海地界烧杀抢掠。大洲虽然实力更为强大，但这漫长的海岸又岂是能完全严防死守得住的？这里大抵是被寇贼掠夺过的，不过也就短时间内无人敢来，等到后面还是会有没有田地的流民来此定居。这自古以来，农民便是追着田地走的。季晨浅浅应了声，算是表示知道。一夜奋战，等天色渐亮。殿下都是海寇，身上都有纹身。你说这海寇是意外，还是有人刻意安排？季晨瞥了眼满地尸骸。只有犯人才会在犯罪以后折回现场抹去证据，海寇不是，他们就像猎犬追着猎物走，猎物都不在了，他们又何必要回头？也许我们就是他们的猎物呢。海寇不是傻子，他们有这个胆量，何不直接冲进官邸里去抢？只怕能抢到更多，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更何况是这种富庶之地的官邸。你说的有道理，只可惜没让他们得逞，你还活着，本王还好好的。殿下，您这一路上辛苦了，应该提前告知一声您就要到了，下官也好派人去迎接。周文婉拍了把巡抚的肩膀，力气之大，把后者狠狠打了个趔趄。迎接却是不必了，谁知道是来迎接本王的，还是给我添麻烦的？殿下说笑了，臣已经为您和诸位大人精心准备了接风宴，您请。吃饭的过程中，周文婉特让季晨说一下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季晨语气平淡又条理清晰地把此次任务说明。丈量田亩乃至山地都是件麻烦事，否则本王不会带这么多人来。当然，各位大人名下有多少田产都是登记在册的，若是到时候查出来不止于此，那想必各位也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了。这侵占他人田地也罢，囤积未上报的私田也罢，将田地挂在家奴亲眷名下也罢，只要你们做了，这天下就没有不通风的墙，本王总会查到。所以为了我省事，你们也省事。有这种情况，大可以直接说出来，只要不太恶劣，本王都可以私下替你们跟父皇求情。毕竟有些事放到台面上也就那么回事，大家说对吧？殿下说的是，臣等定然会配合殿下的工作。是谁？大人，我是来给你送水洗浴的。就这一盆水，如何洗浴？那丫鬟茫然地抬起头，露出一张美艳的脸。那一个瞬间，季晨心中一震，这个女子模样上和程玉书有几分相似。想起钟宁之前说的话，季晨有种微妙的命运感。如果前世自己真的对程玉书有那种想法，那么这些人给自己安排一个和他相貌很像的人来接近，那也很正常。可这一世，大抵还是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奴婢这就去多拎点水来。要满满1大桶的水，本官已经习惯了在那种大浴桶里洗浴。丫鬟无法，只能一趟又一趟地运水来，连跑了5趟才把一个大木桶倒满。大人，要奴婢伺候您洗浴吗？奴婢会给人按摩，按得可好了。我不需要人伺候，你去五皇子那里吧。他进尊玉贵的人，这几天舟车劳顿也累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可奴婢听说五皇子身边已经有个特别美的姑娘了。有又如何？你是丫鬟，丫鬟不就是伺候人的吗？又不是让你去做那起子事情，你可以出去了。是。你倒是本事不小，敢把乱七八糟的女人往我那边推。臣也是担心殿下太过劳累。要是以往那种颜色的女人，周文婉收了也就收了，但如今和季晨同行，想到季晨那张冷脸，只有在对那个女人时才会显出几分温柔之色，他就完全断绝了这种念头。怎么就只有你季晨能抵抗住诱惑，光风闭月，做个好男人？难道本王做不到吗？可笑！这种卷宗有什么可看的？数字不过是写给上面看的，分是太平罢了。
咱们只需要找出过往记载的田亩数量，再与实际检测的对比就行。殿下，臣以为事情不是这么办的。臣的想法是……季臣把想法交代了个清清楚楚。后者愣了下，看向季臣时倒是多了几分赏识。看来你这个状元倒不是徒有虚名。行，那你先计算着，本王出去看看丈量的情况。大人，您辛苦了，来喝杯参茶吧。谁让你进来的？奴婢在外面叫了好几次门，喊了好几声，大人没回应，奴婢实在是担心，就进来了，没想过要打扰大人办事。茶水放桌上吧，我累了的时候自然会去喝。是，大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的宝贝，我来了！啊！你在干嘛？你们在干嘛？宁儿，你听我解释。大爷的，还说不让我来，可不得让我别来吗？不然你和你的小心肝、小宝贝哪有机会在一起甜甜蜜蜜，你侬我侬，侬情蜜意，论情迷啊？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是哪个院子里的下人呀？不知道这里不可以乱来吗？你是不是这里有毛病啊？怎么一副捉奸的姿态？要捉也轮不到你一个丑丑的男人来捉吧？怎么有点像玉书？难道这个季臣他对玉书也有非分之想？只是因为自己是皇子，所以他不敢抢自己的女人。那他们两人岂不是有些双向奔赴了？周文昌脑袋乱了，钟宁脑子更乱，上前就给了季臣一个大耳巴子。行，敢背叛我，咱们别过了。你把花我的钱还我，两个孩子给我，我给你休了，咱们就算完。稍微有舒服一点吗？季臣握住钟宁的手。现在可以给我个机会，让我说几句吗？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刚才去外面转了转，休息一会儿，回来看这个女人在我的书架前翻找着什么，于是上前质问她，她惊慌失措地转身，然后宁儿你就出现了。啊！季臣摸了摸自己的脸，你看，干干净净。又抱住钟宁，你闻闻，没有其他人的味道吧？啊！那我不是打错了？对不起啊，不然你打回来吧，我让你打2巴掌都行。没有让你有足够的安全感，是我的错，挨打也是应该的。还能这样？学到了。二人又贴了一会儿，钟宁突然注意到旁边那个女子正用一种见鬼的眼神看他们。啊！我操！我还是男装打扮呢，还是这么磕碜的样，这下完了，要让季臣被误以为有龙阳之好了。还不出去！奴婢，对不起大人，奴婢刚才是看书柜太乱，替您收拾一下，没想过要拿什么东西。不行，您可以让人来送。听不懂话吗？好，我这就走。丫鬟哒哒哒跑得飞快，心里尖叫不止。难怪这个心机的对自己一点意思都没有，原来是喜欢男人呀，还喜欢的是这么丑的，什么眼睛吗？天下还有什么事吗？周文昌默默无言出门去，不是惦记玉书就行。夫人这是嫌弃讨厌为夫了吗？那什么，虽然咱们分别那么久，见面是该多贴贴，我也想和你贴贴，但我过不去自己现在这个颜值关啊。亏得这地方没有镜子，要不然要是照着我们两个亲密的模样，我应该会犯恶心吧？应该吧？我对恋丑癖是没什么意见了，前提我自己不是。这样吧，等我晚上卸了妆，坏了样子再说。先不必，你如今这样，便是那个女人去和巡抚汇报你我二人关系匪浅，她也不见得会信。就算信了，他们也不会为了我去针对你下毒手。为什么？因为男人都会以为自己懂同类，从他的角度来说，围观者不能有污点。你若是男子，对我来说便是污点。你若真被劫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你，甚至会因为你被抹消而庆幸。你今天累了一天了，快吃些吧。注意到周围人的视线，这位是我的奶兄弟，我与他关系甚好，下午他也帮我做了不少事，我让他先吃点饭垫垫，没关系吧？没关系，当然没关系。还有什么想吃的，和我说。哦，他确实是饿了。钟宁偷偷瞅了眼上面的汪巡抚，这么胖乎，说你没贪，我很难相信啊。汪云府旁边站了个很漂亮的女子，眉眼间对对方十分温柔小意，那种温柔又和江南女子的不太一样，似乎带了些讨好，小心翼翼。这美女脖子上好像还有纹身。听到钟宁的话，季晨也不动声色地看了那女人一眼，
一行人吃饱喝足，仲宁看着他迈着小碎步很快地跟从着汪巡抚，福如心智，突然开口说了一句，那话季晨听不懂，可那女子脚步却稍稍停顿了下。我跟你说啊，我和三皇子在路上遇到的人就说的这种话，我都听不懂，你懂吗？大概是海寇的语言吧。是啊，叽里呱啦的我也听不懂，不过没事儿，他们在那烧杀抢掠，我和三皇子就把他们都宰了，我还从他们身上搜出了珍珠呢。哎，你看多漂亮啊！那些海寇也是的，既然住在海岛上，就利用好资源下海去抓鱼，找珍珠挖珊瑚，和大周互利互惠，非要过来抢人东西，太可恶了，真是无小礼也无大义。仲宁来了以后，季晨的工作进展飞快，二人计算出的册子已有厚厚一大摞。周文玩那边的工作也进展得很顺利。本王之前怎么说来着？你们要是有人藏了私田，坦白从宽，可你们一个两个闭口不谈，怎么是觉得本王查不出来吗？你以为本王为什么其他地方不去，偏偏来到你们南直隶？当然是听到风声，只可惜你们这些人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殿下，容臣说了句，这也未必是下官们藏田。您可还记得我朝政策、秀才、进士一个个往上都有不小的田亩免税额，当了官以后，甚至名下田亩都不用交税。如此，下官们那些亲朋好友，甚至同乡，为了避税，自然会一个个求上门，要把田地挂在下官们的名下。这当然是不能做的事儿，可都是亲故，以往可能还给过不少帮助。到了他们需要的时候，咱们也不是说推拒就能推得了的。所以为了不让他们寒心，同时也不让下官们名下的田地太过庞大，惹来祸事，下官们不得不藏匿田亩。现如今被查出来，下官们自当领罪认罚，要补税的补税，降职的降职，便是被褫夺官身，我们也没有一句怨言。汪巡抚这话说得好听，加上目前查出来的未登记在册的田地也不算多，周文玩冷倒也没有再说什么，一切等测算完成再说吧。所以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没有，玉叔你误会我了。我误会你了？是谁我走到哪就跟到哪里，我去给之前受伤严重的士兵换药，你都要在一旁盯着，这也就罢了。你告诉我，你大晚上在我房间外站着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半夜会有情郎来与我私会？不是，我是担心你一个人住在那里不安全。我之前听说了，这府里不少家丁都盯着你呢。这要是有个不耻之徒半夜偷袭你，那我可要后悔死了。不会吧？怎么不会？你觉得本王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你自己管教下人不严，还是说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汪巡抚尴尬的嘴角直抽抽，不过看着女子那张堪称倾国倾城的脸，他又辩解不了了。你看什么看？信不信我叫殿下把你眼珠子挖了？不是我。好啊，你也惦记我的女人是吧？周文昌直接给了汪巡抚2个老拳，两个人这么一闹，程玉书气鼓鼓地收拾了行囊。你不是不放心我吗？那我现在就回去。你一个人回去怎么行啊？你等等我送你回去。本王听闻这山中有人私采矿产，还是煤矿，大人应该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吧？殿下，这是误会呀！臣未听说过南直隶有什么煤矿。你是说本王偏听偏信？殿下，真没有那回事啊！挖山免不了炸山，此处离府衙不算远，若是真有炸山，臣肯定会听见声音，可是臣什么也没听到啊。周文玩不理会，只带着他往山里去。天色说变就变，忽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殿下，咱们立马下山，这山势崎岖，若是来个泥石流，咱们这些人可都跑不脱了呀！用得着你说，季大人，咱们赶紧下去吧。一行人快速下山，可刚走了没多远，就有许多人冲了出来。来人，护驾！是海寇！因着雨势极大，
加上来的敌人人数极多，很快钟宁等人就在混乱中被挤散了。他和季晨在林子里飞快地逃跑。怎么办？乘务员没事吧？他们不会有事的，那些人也不会让他有事。他们唯一要弄死的，恰恰是我。宁儿，我们分开跑。不行，我就是追着你才来的。你这个时候让我把你丢下，那我这一趟来干嘛？来看你怎么复写，来看你怎么九死一生的吗？你想让我当寡妇，让你的2个孩子没有爹是吧？季晨，你好狠的心！不是，那里有个山洞，我们先去那里躲着。你刚才说那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针对你来的？那汪巡抚应是和海寇有勾结，宁儿你也知道吧？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应该就是海寇，或者是他们的后代。可他一个地方官，怎么会？没什么奇怪的，沿海这么多年海寇难平，既有海寇阴险狡猾的原因，又何尝没有上面管理疏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海寇只要存在一日，朝廷的军营拨款、赈灾拨款，甚至地方官有时拿下一些海寇的奖赏便不会停。且若海寇这边再给一些分账，这些人便是一辈子屈居在此，也能过得滋润、风生水起。更何况还有美色相伴。他们来到这里时，或许也怀抱着宏图大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人是选择了浸染其中。不过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这些官员没有大面积侵占土地，却1个2个过得这般富足。怎么富足了？我看巡抚的房子很普通啊。是很普通，可他又不止那一处地方。那汪巡抚老家修建的宅子，外面平平无奇，里面另有天地。桌椅都是用金丝楠木的，其爹娘式的床垫都是用整张玉石切割而来。家里那些亲眷衣着光鲜，金玉满身，更不用说一些价值连城的摆件了。其中有连殿下都未曾见过的，比人还要高大的珊瑚，拳头大的夜明珠等。果然，我就说这些人的肉不是白长的，一个个够狠。只怕等五皇子下山，我们算的那些账册也该被消。季晨话没说完就被钟宁捂上嘴。嘘，有人来了。钟宁一眨不眨地看着外面的情况，是2个海寇在四处摸索，嘴里面叽里呱啦的也不知道在说什么鸟语。好在在相距不到2尺的地方，海寇们环视了一圈又掉头了。走，咱们下山吧。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立刻调人上山搜人！要是他们2个人有1个人出了意外，哪怕是掉根头发，本王要了你的命！殿下，这么大的雨，上山实在是危险，您不能把官差的命当命啊！真出了什么事，下官一力承担。而且当前救火要紧，不能让季大人的心血白费。伶俐的嘴，那你还不赶紧滚过去灭火！巡抚衙门的火好不容易扑灭，只是整个衙门都被烧得只剩下断壁残垣。季晨他们算账的那个房间更是烧得只剩下一地残渣。殿下，好啊，厉害呀！这么大一个巡抚衙门，这么多官差，竟然能叫人给地儿给烧了。本王倒是问问，是谁干的这事儿？殿下，是海寇突然袭击，他们身上都带了火药，小人和其他人都在奋力抵抗了，还死伤了不少兄弟。那些海寇狠得起，1个2个快不行了，也要把火药给点上，所以衙门很快就烧起来了。那本王倒是好奇了，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小人懂一些海寇的话，听他们的意思是，好像想劫持殿下，找朝廷索要赎金，但是殿下你们不在，他们就让我们把衙门藏的钱都拿出来。我说衙门没有钱，他们不信。后来打起来以后，他们打不过就开始放火。放屁！什么海寇胆子这么大，敢劫持本王，是嫌命太大了吗？殿下，这种事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这些海寇嚣张至极，劫持过不少富商乃至朝廷官员的亲眷，讨要赎金。他们也知道大周朝廷不可能真的越海去对付他们，所以行动一次比一次放肆。这次大概是想要笔大的银钱，
还好您带着大家上山去，也算是因祸得福。你妈，你是不是忘了山上还有2个人呢？而且你觉得本王会怕区区一群海寇？说的好像多大阵仗一样。本王看着地上也就10具尸体不到。我说，你们该不会是在骗本王吧？不，怎么可能？殿下，他们看你不在，我们又不给钱，就只能逃跑。过程中被留下的那些人点的火。周文完定定地看了那人一会儿，只看得对方不自觉弯了腰。行，本王勉强信了你的鬼话。本王问你，那些卷宗可还留有副本？没有了，王爷，臣也没想到会出这档子事儿。臣惶恐，相应数据宫里应该有留存，但是没有这里的卷宗那么详细，是吧？汪巡抚立马尴尬地点了点头。这货放得好啊，及时啊！本王倒是不知这到底是为我而来，还是为财而来，还是为了这卷宗而来？巡抚你说呢？臣惶恐，这种事可能性应该不高。这些海寇与那些卷宗又有什么联系？是啊，你们倒是有，但你们和海寇没有关系。命该真是一场巧合吧。这世上是什么都不多，唯独这巧合多。本王懂。殿下说的是。咋办？咱们怎么联络上五皇子啊？不用刻意去联系，我们该做的已经做到了，剩下的就等三皇子带人来。没错，当日周文昌与程玉书之间的争吵是2人故意的，也是他们早早就计划好的。在钟宁推测出汪巡抚的夫人可能是海寇或者海寇家属时，周文完便请周文昌悄悄去跟随其及周围人行踪。这一查果然查出那女子周围伺候的丫鬟侍从都不是大周的人，甚至和女人交往的一些官员妻妾也都是海寇那边的人。因这背后关系盘根错杂，要是直接揭穿，季晨他们这些人可能会被困在这里。所以为了保证安全，周文昌和程玉书借口吵架先行一步离开，其实是去外面联系帮手。那日咱们上山，我建议五皇子偷偷留了些人在巡抚衙门附近，若有海寇袭击，等他们撤退的时候，五皇子的人会想办法生擒几个人回来，到时候加上那个女人周围留存的证据和那些海寇的供词，以及巡抚身上来历不明的大额钱财，这些就够把他摁死了。相公真聪明，一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一切也是多亏夫人先发现了他们的破绽，我也没想到原本只是来测量田亩，最后居然会生出这么多枝节，不过未尝不是因祸得福啊。殿下，您这是做什么？本王做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这个时候还想继续装傻？我真的不知道。是吗？周文完一脚将人踹翻，随即把一堆东西撒到他脸上。和海寇私联，收取他们的贿赂，任他们草菅你管辖范围内的人命，这种事儿你做得很爽啊。汪巡抚看着满地的信件，都是他让那个女人与海寇那边联系写的信。这些不是我写的。那这个呢？周文完将一尊造型诡异的金雕像丢到汪巡抚胸口上。外来的神比我朝的更灵验了，本王看未必吧，起码他没有保护好你。不过汪大人，你那间密室里可真是藏了不少好东西呀。你怎么找到的？是我带五皇子去的。春灵，你不准喊我名字！你个老东西，真以为我不知道吗？当初娘是怎么走的，就是你和这个海寇奸人安害的。娘尸骨未寒，你就娶了新人，你好狠的心！今天五皇子的人抓我的时候，我不仅没有害怕，我还很开心，很激动，因为我知道我对付不了的老畜生，终于有人能帮我对付了。至于你的密室，你的那些秘密，都是我这么多年忍辱负重，跟在你后面打探到的。王春生，你去死吧！你下去给我娘赎罪吧！你个死丫头！汪巡抚还想打人，
被周文完踹着后背又按在地上。本王让你起来了吗？让你在本王面前逞能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你这颗脑袋就要保不住了？殿下，臣鬼迷心窍，臣是被这些海寇威逼利诱的，臣脑子里进了海水了，求您再给臣一次机会，饶过臣一命吧。臣可以把这些年挣的钱都给你，也可以把其他和海寇勾结的官员的名单都给你，只要您放过我，臣什么都可以做。你这种老东西，本王可不稀的。至于你说那些人，本王已经从那些海寇的嘴里撬出个七七八八了，等再用点刑，就应该能全部交代出来，用不着你这老货了。周文完说着看了眼外头，也不知道他那三哥靠不靠谱，可别让人都跑了。周文昌带兵按照周文完送的密信里的信息抓人，抓到的人不少。大周对你们不薄吧？虽说俸禄不高，但是有养廉银，你们怎么敢和那些海寇勾结的？那些海寇是个什么东西？有多心狠手辣？你们这些狗东西不知道，这一个两个黑心烂干的玩意儿，良心都被狗吃了。还磨蹭个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不想活了？老子的命还金贵着呢。想活命还这么多事儿，老子惯了你们。你什么意思啊？你别忘了我们是谁。谁？哦，呵呵，着急跑出去的丧门口，想跑可以啊，给老子舔鞋，喊老子一声爹，我们就开门。你们这些奴才反了他了。这些官员还想打人，却被海寇打得满地打滚，哀嚎不断。啊呸！废物，开船吧，回。话没说完，突然从天而降三簇熊熊燃烧的火焰，快救火！船上不断有人纵身跳进怀里，哀嚎声、求救声不停。哎呀，怎么觉得我有点残忍了呢？看看一个两个都快烧成烤乳猪了。怎么回事？这船怎么着了？哎呦，这么多人受伤呢，快救人吧！先救本官，救我！只要救了我，我给钱，很多钱。还有我！有海寇没忍住爆发出了优美的家乡言辞。你们到底是哪里人？什么哪里人？本官当然是南直利人。你个贱民还不救本官？官？你一个当官的，怎么在海寇的船上？这还不止一个当官的呢。我听说朝廷在抓叛贼，说咱们这儿有人和海寇勾结，该不会就是他们吧？还有这种事儿？我就说每次官差为什么来得这么晚？那些海寇都给我们抢完了，他们才来。原来是这样，一群猪狗不如的东西，收着我们的税银和外面这群强盗勾结，现在还想跑？去死吧！百姓们群情激愤，手可不轻，有的一拳就能把对方打掉2颗牙，还有的对着人脖子就是用力掐。眼看情况不对，朝廷悬赏抓捕这些犯人，每个人可领10两银子，但是要活的。众人闻言立马撒手。有这回事儿？没有，但是可以让2位殿下出钱。谁叫他们来的慢？要是没有我们在，这几十号人可就全都跑了。我觉得可以。三方人马隔日终于会合。听说要给那些老百姓抓捕奖赏的周文完立马变脸。他倒不是心疼那几百两银子，只是这钱就让他一个人出，他不服。五弟，你别看我只是过来帮你个忙啊，没说连点小钱也要我出吧？我和相公没找您要补偿，已经很不错了。毕竟我俩在山上吃了那么多苦，差点没跑掉，现在又立下一功。好，我知道了，这功劳我回去立马跟父皇讨封的，钱也是我出，行了吧，大小姐？好啊，这一个两个真觉得山高皇帝远，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了。再审，确保没有一个漏网之鱼。是，陛下。眼看着继臣恭恭敬敬地离开，景帝疲惫地捏了捏眉心。这是个老实的。父皇，你的眼睛没事吧？不关我的事儿，我什么都没听到啊。没有邀功，没有假惺惺的劝慰朕，这才是我大周缺少的忠臣直臣。朕原以为治下一片安宁祥和，却不想其中还有这样多的暗流污秽。老五啊，你继续去主持户部田税改革的事。老三，你带着锦衣卫他们下去好好查查，朕眼里容不下沙子。
是，这次多亏了五弟了，没有你，我可拿不到这么好的差事，怎个应得的。要见你个大忙人可真不容易啊哈！今儿个你可是在家啦？我和林姐姐之前来过2次，你都不在家里。我这不是出门办事去了吗？钟宁赶紧让他们坐。哎，坐就不坐了。我跟安雅是过来去找你逛街买东西的。买什么？哇，安雅，你这个妆化的不错哎。林如，你这个也好看，都很适合你们。钟宁这才注意到二人今日都化了妆，且风格不同。安雅的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妆，显年轻柔软；林如的妆容深一些。这就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你不在的这段时间，经理开了一家特别大的脂粉铺子，里面卖的东西可全乎了，还有好多是我跟安雅以前都没见过的，什么口红、眉笔、粉底、腮红，而且那里面还教人怎么化妆呢。这店是不是宰相府那个小姐开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确实很多贵女经常过去买东西，而且一个比一个出手大方。那些限量卖的化妆品，店里是这么叫的哈，一套要上百两都有人抢着买呢。你是没看到，那些东西包装超级漂亮，闪闪发亮的。走吧，小雨，反正你也没事儿，咱们过去看看。欢迎光临如颜美妆，里面一应化妆品、护肤品都有，还可以根据您的风格给您量身打造最美妆容。虽然程宝珠性格不怎么样，开店开的倒是挺是那么回事儿，服务真好，难怪搞得这么热闹。进了店后，钟宁先是狗狗碎碎地看了一圈，果不其然，里面的东西包装和现代很像，不过是从塑料盒改成了木盒和金属盒，总之看着就很有质感。宝珠，你来啦！这店里什么时候上新品啊？我等着买呢。哪有那么快上新啊？我就是老黄牛，你也得让我休息休息啊。更何况这化妆品设计起来可是一个困难的活儿，我这脑袋都想疼了。好吧，那你上的新品可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来给你贡献一点儿。不用，哪用得着你们花钱呢？这店里你们看上什么尽管挑，算我送你们的。不想在这里多待，钟宁拿着东西去付钱。哎呀，这是谁啊？这不是程姑娘吗？怎么了嘛？为什么突然把我拦住？钟宁，你装什么装啊？怎么对我有意见还来买我制作的东西？你可真的是能屈能伸呢。程姑娘，我们很熟吗？我为什么要对你有意见？你怎么我了吗？钟宁，你现在装什么死白脸呢？咱俩之间有什么矛盾你心里清楚。怎么看我现在混得这么好，不敢招惹我了？什么矛盾？程小姐解释一下，我真不知道。而且程姑娘，你虽然是宰相府的小姐，也不能以势欺人。你要是欺负我了，我肯定会还回去啊，因为我相信律法是公平的，对咱俩一视同仁。你说对不对？行吧，你不记得就不记得了，我大人不记小人过，也不和你追究了。不仅不追究，我还把你想要的这些化妆品都白送给你。毕竟比起你整天吭哧的去写自己不擅长的画本子，我现在做化妆品挣的钱要多得多。你也别羡慕了，术业有专攻，只不过我会的比你多一些罢了。也就是我没有空去写画本子，而是在做这个，不然你能挣得到多少钱还真不好说。可是我朝不是禁止官员及亲眷经商吗？难道是我弄错了？这话一出，全场寂静。程宝珠当然也知道钟宁在给自己挖坑，气得恨不得咬人。你误会了，这不是我开的店，是我朋友开的。可是你刚才说是你做的化妆品。对啊，东西是我做的，店不是我的。我出创意，人家付给我创意费，就算是那样，也比你写画本子挣钱多了。比我挣钱的人多了去了，我要每个都集一下，那不得去人家门口上吊啊？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这个朋友人真好，能让你这样抬他人之康，想送谁脂粉就送，想送多少就送。那当然，你以为像你一样小钱？好吧，那就谢谢您和那位大冤种啊，不，慈善家了。这些我就拿走啦。啊，对了，我用完了，
还能再来拿吗？你说呢？钟娘，你是真不要脸呢！啊，可是不是你说不追究我，还把我想要的化妆品都白送给我？你不想送你直说吗？干嘛要骂我那么多以后还反悔改口呢？我的意思是不买了。小雨，咱们不买了。哼，这种看人下碟卖的东西我们不配买。走，咱们去其他家，你要什么样的我送你。我也送你。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好啊？我们当然好了，在场的大家伙只怕都比某人好。你谁呀你啊，敢这么说我？你的意思是身份地位在你之下的都不能说你了吗？季晨，你怎么来了呀？我不来怎么知道夫人私下里被人欺负了还没法还击？真没有，这真没有。陈姑娘，本官不管这家店是不是你开的，也不管你到底会不会兑现对我夫人的承诺，只是些纸粉我自会买给她。但你这样仗着相府千金的地位随意对他人发难，以势欺人，我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明日上朝，我不介意把这件事说给诸位大臣和陛下听一听。程宝珠一下子急了，在那么多官员面前说这些，那他的脸往哪里搁？但程宝珠又突然想起来，你不是六品吗？哪有资格参加朝会？程姑娘这是在藐视朝廷命官吗？季晨眸光冰冷而锐利，只看得程宝珠心里发毛。我就是问问，在大周一般只有5品以上京官才需每日参加朝会，这是他书里的设定。现在季晨不过是个6品户部主事，那就有劳程姑娘多管闲事了。本官如今刚升，品级够去参加早朝。什么？又升了？他说你升了耶，男孩女孩啊，相公辛苦了。这是胡闹的时候吗？我是在替谁说话呀？季大人误会啊，我刚才是和你夫人闹着玩呢。我和她呀早就认识了，关系还不错呢，是吧，钟宁？你也不想你的身份被你的相公知道吧？什么霓虹剧情？我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因为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真的要欺负对方的意思。钟宁，你能原谅我的，对吧？说话呀，你真不怕我揭穿你？我替你跟相公说好话，你不要欺负我，恐吓我了好不好？你说呀，你看看他是会信你，还是会信我？你呀，知不知道我相公是个恋爱脑，对我的话呀，什么都信，什么都听。程宝珠咬牙再咬牙，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给钟宁来了个90度鞠躬。对不起啊，钟宁，我向你道歉，我不该那么说你的，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好不好？你不用跟我道歉，你要道歉就跟李璐道歉吧。你刚才吓唬他了，你要保证绝对不会欺负他，对他下手。他要是出什么事，我肯定第一个就怀疑你。程姑娘又想吓唬我夫人了吗？我没有，我跟你道歉，保证不针对你，行了吧？林如知道见好就收，得了承诺后点点头，向程宝珠表示谅解，这事儿也就算完了。季晨升任户部郎中的消息随圣旨的到来不期而走，小小的季府又很快成了京中的热灶。这家里就2个丫鬟，很多事情还得钟夫人你自己来做吧，不辛苦吗？钟宁看着面前几个夫人，这都是随自家相公来拜访的，虽然不喜欢学礼仪，但真到了这种场合，钟宁也能端得起来。家里人口少，地方也不大，需要操持的事情不多，那也该多找2个丫鬟。别的不说，你家这2个孩子也得人天天看着，年纪都还不大呢。2个孩子和他们爹一样，从小比较自立自强，且他们每天去念书，都有家丁去接送，回来也都是在家里玩，还是很安全的。女娃娃也去？是啊，这孩子喜欢读书，和他哥哥每天一起上下学，我也放心。小姑娘念那么多书做什么？读个女四书不就好了？还是该学好女红，再学学琴棋书画，还有管家的事业，以后嫁人也能叫夫家更满意些。其他贵夫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有时候沉默了也代表着一种态度。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一来我觉得孩子喜欢什么就学什么，也不是所有女孩子都适合学女工、琴棋书画，强求不来。二来我那女儿除了念书也学了女工，但不是为了讨好什么未来夫家让他们满意，只是因为她喜欢。三来
他以后成不成亲也随他，我和他爹也能养得起他。要是说传宗接代、开枝散叶，让他哥哥来就行。闻言，躲在外面偷看的纪元不厚道地对着哥哥露出一口小银牙。现在说这些会不会太早？这怎么行呢？女孩子还是要嫁人的，不然你和纪大人都要被人戳脊梁骨。为什么？因为你家孩子要是不成亲，人家不仅会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连带着你那些亲朋好友家的孩子，婚事也会受影响。那就更没关系了。我家那边只有个不成器的弟弟，做小生意的，愿意嫁给他的也不会是什么达官贵人家的姑娘。我相公那边更无所谓，因为他没有什么亲戚，影响不到什么。你说的是人话吗？把秦元博说得这么淡定。可女子不嫁人以后不幸福，老了没人照顾怎么办？那在座诸位一定很幸福吧？和府里公婆、妾室、庶子庶女一定相处得非常好吧？能说点人听的话吗？心梗了，真的。至于老了怎么办？他们兄妹俩互相帮扶，怎么也能过得下去。这话又说回来，都说多读书无用，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灵魂伴侣？在座各位的相公都是文采斐然之人，不然也不能入朝为官。想想，如果你的夫君喜欢风花雪月、吟诗作对，与你做了一首很优美的诗文，你这时候是同样回他一段词藻优美、文采华丽的句子好，还是来一句“哇，相公好棒棒”比较好？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连共同话题都没有，他说的高深晦涩，你一副不明白、不理解、接不住话的表情，时间长了，只怕对方会很厌倦吧。眼看他那副惬意悠哉的模样，不由得有些恼火。那夫人，你应该也看过很多书吧？对啊，你怎么知道我上次参加户部左侍郎夫人举办的赏花宴，拿了飞花令的第1名？怎么样，要不要现在再比比？不用了，不用了。是啊，都要走了，没时间比呢。要是输给你这个农村来的女人，我们面子往哪儿搁？老天爷，这也太不公平了吧！都是女人，怎么她这么好命？纪大人对夫人你可真好，居然只娶了你一人为有纳妾。谁说不是呢？纪大人又有能力，又这么专情，夫人真是幸运，嫁给了这样一个人。其实我夫君也挺幸运的，娶了我这么好的夫人。你能不能谦虚一点？你除了这张脸是优点外，我们根本看不出其他有什么好吗？不过我还是建议钟夫人可以大度一点，这成亲过日子啊，有时候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纪大人更多一点的自由。钟宁思忖片刻，这位夫人说的该不会是让我给我相公纳妾的自由吧？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男人嘛，都是需要新鲜感来调剂的，不然时间长了，他这心态说不定就变了。这新鲜感如果只能通过找其他女人，亦或是偷腥来得到满足，那这个男人我觉得不要也罢。这一聊的实在是没意思。在钟宁接连驳斥了几人的意见后，他们对钟宁的看法只剩下自以为是、善妒，还听不懂人话。娘，爹和几位大人已经谈好了。真的？那我送你们离开吧。和季晨一起把人都送走后，钟宁长呼了一口浊气，可算安静了。你这场散的正是时候。让夫人受苦了。其实是千儿过去跟我说，让我赶紧结束，别让你再辛苦待客。我这才与几位大人终结了话题。下次我还是和他们去外头茶楼聊吧。苦一苦相公，福让我来享。这2日宫里会来人接你。为什么接我？我没犯什么事儿吧？谁搁皇上面前告我状了？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宫里的纯嫔娘娘得知你是她看的那些话本的作者，想请你进宫和她聊聊天。陛下今日让我下朝去上书房那一趟，便是为了转达此事。陛下还说了，纯嫔娘娘喜欢孩子，你可以带纪元、季谦他们一起去。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我真没想到那位贪财小人居然是这么年轻的姑娘，生的还这样美貌。说真的，你写的内容让我一会儿想你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中年男人，一会儿又觉得是个在后院被伤透了心的女人，还有可能是个以前在乡下辛苦种地的妇人。总之，怎么也想象不到你是这样的。钟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纯嫔将目光转移到了钟宁身边的2个孩子身上，
两个小孩年纪不大，姿态倒是很端正，不会因为第一次来这种地方而畏惧，也不会因为好奇东张西望，可真是有礼貌。望月，去小厨房拿些点心来给两个孩子吃。对了，芙蓉糕应该还有吧？拿些过来。芙蓉糕端到两个孩子面前，看着他们规规矩矩地用叉子插着吃。你倒是很会教养孩子。这芙蓉糕啊，是文媛小时候最爱吃的。说来，本宫听文媛提起过你，她说你很有本事，还救过她。没有，便是没有切出手相助，以五皇子的武力也回来人无恙。那是当然。文媛她呀，从小就是个有主见的，自由散漫惯了，也可能是被我宠坏了，很有些不懂规矩。若是她冒犯了你啊，你也不用顾忌，尽管去骂她，远离她，不要怕驳了她的面子。在贵人面前，就算不认同，也要表现出认同的样子，给人家找不痛快，又给自己添了麻烦，这不是脑抽吗？听说你相公如今在户部做事，还升至五品，他是个有本事的。相公他确实很厉害，不管工作有多难多复杂，他都会耐着性子慢慢做，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有时候熬通宵，第二天洗把脸就继续去上职了。一说起季晨，钟宁话就多了起来，纯品也不打断他，又聊了会儿。文媛最近在做什么？也在户部呢，现在应该下朝去户部办差事了。还没去，外头下着大雪，我今天是步行来上朝的，想着让母妃帮我安排一个轿辇，我再去户部。胡闹，哪有叫宫里的轿辇送你出宫的道理？嘿嘿，那我就等雪小一点再去吧。周文玩大大咧咧坐到纯品旁边，像是才看到钟宁一眼。你怎么在这儿？我找他来的，想着看看写出那么好的画本子的人长什么模样，倒真是个小美人。文媛，你说是吧？周文玩刚喝下一口热茶，差点没被呛着。儿臣怎么好评价大臣的妻子？看来你这孩子比娘想象的要懂事多了。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再好不过。你呀，平时公务忙归忙，也别忘了多回家陪陪你后院的那些人。你好意思叫这些美娇娘天天独守空房吗？儿臣明白。纯平看了眼外头的天气，今日也耽误了你不少时间。望月，把本宫给钟夫人还有2个孩子准备的礼物拿来。是。这怎么好意思？纯平送给钟宁的是一对白玉当，2个孩子一人一个平安锁。钟夫人留步。您有什么事吗？是有一些比较隐私的问题。我想问问夫人，你有没有什么秘方？秘方？就是生龙凤胎的偏方，或者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经常吃的东西啊？你在胡说些什么？殿下，妾身这也是没办法嘛。太医说我身体没问题，可这就是怀不上孩子，我心里着急啊。妾身想生下殿下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有个孩子，妾身就满足了。殿下经常不在家，有个孩子陪着我，我心里也充实些。闻言，周文玩倒是沉默了。你没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五皇子有问题？应该也不是，书里他有孩子呀，现在应该也有才对。周夫人，那个，其实我没吃什么东西，就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有时候你越着急想要什么，就越不容易得到。等你放松心情以后，可能立马就来了。真的吗？夫人不是在故意隐瞒？你放心，我不会把秘方告诉其他人的。您要是不信的话，那你就去吃点野菜、糙面馒头吧，别吃太饱，一天只吃2顿。因为我怀孩子那会儿，家里还是过苦日子的，天天吃不饱，反而这几年过得好了，倒是没怀了。夫人说的还真有可能，我这几年吃的有些太好了，可能反而对身体影响不佳，不如转换一下饮食试试。您吃归吃啊，记得问大夫能不能吃，我怕你把有毒的野菜吃进嘴里。你怎么在这里啊？这么大雪，怎么不知道进马车里去等？我要是在里面，怕你认不出来家里的马车，直接过去了。比我暖和些。
那可不。看着这一家子，孙氏在心里暗喜，看来殿下的那点想法是成不了真的。他们感情可真好。周文婉沉默不语，提步就走。殿下，我去户部，你自己回去。还有，下次别在我和母妃面前耍那些小手段，很难看。殿下，儿媳妇儿，不得了了，外面来了好多人，都说是来找你的，一个两个那个激动的哟，好像你抢了他们钱一样。我用你不再做借口，想把他们打发了，结果他们都不肯走。什么情况？我什么时候欠人家钱了吗？我怎么不知道？让一让。这是我们季大人，你们都认路，让他进家里啊。季大人，贪财小人真是你家夫人吗？那本种田养娃3年，死去的相公回来了，这是他写的吗？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他，后面剧情是什么样的？我每天都在等出新一册，等得太着急了。那本重生我成了诸天最强剑圣，是他自己写的，还是你代笔的？她一个女子怎能写出那么对男子胃口的画本呢？我想知道后面他还打不打算继续出男人为主角的画本子了？令夫人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还想亲眼看一看她的风姿呢。不是，这对吗？怎么突然之间我的马甲就掉光了？掉就掉了，都跑到我家门口来干嘛？想给我寄刀片吗？可我写的是爽文啊！季晨在外面轻咳一声，周宁立马反应过来，让继母去开门。继母也聪明，把门立马拉开又关上，一气呵成。不是，还有我没进门呢。我还真担心你出门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之前进宫的事情不知怎的流传出来，宫里的娘娘都喜欢看你写的画本子之时不胫而走，且不只是纯嫔娘娘，良妃娘娘也喜欢。应着这个消息，这些日子钱掌柜那边画本子卖得很好。说很好都是委婉了，实际上现在每天天不亮就有人在书铺门口大排长龙，上至达官贵人家中女子，下至平民百姓，都以看了娘娘们看过的画本子为潮流。这事怎么突然就传出去了呢？第二天，别等了，听说季夫人这几天不在家。我昨晚刚回来了。外面立马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你们这是在干嘛？怎么又不说话了？难道我丑到你们了？你们礼貌吗？你是贪财小人啊？对啊，是我。那男子说不出话，女子们回神比较快，也纷纷问起钟宁问题来。钟宁耐心地与他们解释，我很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但大家这样多少有些影响我和我家里人的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请各位以后都不要过来了，不然我真的要考虑带家里人搬走了。这是陛下赐的宅邸，若非万不得已，我也不想挪地方，望各位理解一下。钟宁这话还是有些效果的，人群渐渐的都走了。你没事吧？你想请我吃溜溜梅？什么？没什么。您过来有什么事儿吗？本王，我是来因为那个画本子的事。我听说因为那些画本，你家这边最近很多人来骚扰，所以过来看看。这事是我母妃考虑不周，她只想通过她喜欢看你写画本这个事，对外宣传你写的东西，让它卖得更好，却没想过可能会因此给你带来麻烦，给你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啊。你还挺亲民的呢。没什么，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也理解娘娘的用心。虽然事情是有些出乎预料，但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你不用道歉的。看钟宁的神情，确实没有一丝虚假的痕迹。周文婉松懈下来，他知道母妃为什么要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喜欢钟宁写的画本子，还因为他上次进宫被为难，心里多少有些愧疚，所以想弥补人家。周文婉很清楚母妃的担心，他也承诺过不会有越界的事。先不说人家已经成婚了，自己没有那个机会，便是他现在没了夫君，他也不会娶一个会影响自己名声、对自己没有助力的人。无关喜欢不喜欢，只是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深思熟虑，都要为以后做准备。怎么样，今天这菜色可还合诸位的口味？众人连连点头应和。钟夫人觉得呢？这些应该是你平时都吃不到的菜肴，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钟宁瞅了眼桌上的餐前小吃，倒也没有珍贵到那个地步吧。以钟夫人的财力，只怕这水里游的、天上飞的、路上走的，没有什么是她吃不起的，只看她有没有兴致去尝试罢了，是吧？是。他是不知道程玉书为什么要替自己说话，大概、可能、也许是为了下程宝珠的脸。不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妹妹今天这套衣服可真好看，是爹娘买的还是你自己准备的？是爹娘给我买的，不过你也别不高兴，爹娘给你备的也是浮光锦，只可惜那铺子的人手脚不太利索，居然只够时间做好一套衣裳的，没让你穿上浮光锦的衣服，真的是没用的奴才。原是如此，只是那店里的伙计今天早上紧赶慢赶的才过来与我说了这件事儿，倒是没有想到还有空去妹妹那儿也说了一遍，就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和爹娘通过气儿。程宝珠瞬间没了声音，桌上也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中。程宝珠，你行不行啊？自己写的画本子，结果你这个作者还比不上女主聪明有头脑。钟夫人，好像还没有看到你的礼物啊。钟宁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刚才宾客送礼的时候他也去给了，只不过某人故意装没看到没收，原来在这等着呢。是啊，礼物我早就准备好了，刚才你应该是没有注意到，现在给也不迟，希望你喜欢。这个钟夫人是谁啊？以前没有见过。最近很出名的那个继承，你知道吗？他夫人。哦，那就难怪不认识了。那位季大人才5品，季家也没什么底蕴，估计送不出什么好东西来。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位钟夫人可能比你我，甚至在座大多数人都有钱。那个写画本子的贪财小人，你知道吗？就是他。啊？真的假的？程宝这打开木盒，看到里面3本小说以后，他差点气笑了。钟夫人，你不觉得你这样有一点冒昧了吗？就送我这种东西啊？你自己写的画本子？是啊，怎么了？有问题吗？什么叫怎么了？你写的这些画本子，你想要，随时可以从书铺那边拿一大堆的。就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你好意思拿来送我？你不觉得自己很敷衍，很没有诚意的吗？没有啊，不觉得。你这种东西我不稀罕，你觉得它是宝贝，那你把它拿回去。亏我还给你安排了那么好的宴席位置，你可真是演都不演了呀！什么东西要好意思拿出来打发我？仲宁上前把书都搬走。哦，程小姐，你这么觉得我也没办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要这几本画本子的？这不是我从书铺随便拿的，是书铺那边送给我的至尊精装版，比店里的精装版还珍贵，只有我这个创作之人有。这里面的用纸、印刷都是最好的，插图是彩色的，有的地方翻页还是立体的，最后面还有我自己签的字，里面还附赠一些人物书签，我觉得这还是有些价值的。我想要，我想要，这何止是有价值啊，简直是千金难求。我也想，贪财小人，你写的每本书我都看过好几遍，真的很喜欢。给我可以吗？我特别喜欢你写的那本剑圣。大家都想要的话，那我也要。我好心动啊，可我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那个讨人厌的妹妹，而是因为这人是继承的夫人。我和继承关系那么差，可我真的好想要呀，这都是孤品呀。感谢各位今天过来参加我的生辰宴，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希望你们能喜欢。他拍了拍手，立马有许多丫鬟鱼贯而入，这些丫鬟手上端着好几个盒子，这些都是我设计出来的新款化妆品，我自己亲身试用过的，美白、补水、保湿的效果非常的好。这些都还没有投入市场，各位是第一批拿到他们的人，希望大家能喜欢。哇，宝珠你真是大方，这一套卖也得上100两了吧？还都是新品呢，要是在店里卖，咱们根本抢不到吧？程姑娘真是敞亮大气的人呐。你们也有？诸位公子用不上，可以送给心仪的女子，或者是家里的娘亲、姊妹，都是来参加我生辰宴的人，我可不能厚此薄彼，不是？程二小姐当真贴心，那这份礼物，本王就收下了。